这个灯往我这边拿一下。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i, everybody. 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今天也漂亮。我的打扮是属于介于生活化和舞台化之间的那一档，知道吧？我不会完全的舞台化，但我也不希望我们的直播间是完全的生活化。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具有舞台性质的生活化，对吧？所以你们经常会说，曲曲为什么你平时打扮跟你直播有点不一样？那肯定啊，是不是？因为我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点，让我自己觉得有点仪式感。这样的话呢，我就不会用一个最生活化的状态来面对你们，对吧？要用一个高于生活化的状态来面对大家。用外界的因素来约束自己的表现形式。所以形成了曲曲独树一格的风格。对，我们要华华丽丽，是吧？这个手机好黑呀。没事。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你们都吃晚饭了吗？大家都吃晚饭了吗？我没有换房子啊，我已经在这里有1年多了，已经在这个地方有1年多了。我最近其实频频的生出想要换房子的念头，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太麻烦了。我一换，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搬家，我都是用那个日式搬家，然后那个日式搬家，它是根据你的就是东西的体积来收费的，知道吧？东西的体积收费，每一次我要搬家都会比上一次的价格要翻1倍，因为我每一次我的东西都要比之前一次搬家的东西要翻1倍多。太庞大的一个工程了。我是在上海呀，我是在上海。来，宝宝们晚上好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先把左上角的关注点起来。左上角的关注点起来，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一个游击战直播，每一场都不一定在哪个账号上开播，所以大家任何地方你们只要看到我了，一定要把它关注点起来。这一场在这个号上，下一场又不一定，好不好？大家先点关注，然后没有加粉丝牌的，把粉丝牌加起来。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如果在这个号上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年365天，无论风吹雨打，无论过年过节啊，我们都是这3个时间段开播的。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账号出了某些故障，可能我们就到其他地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到大本营，不要走丢。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给到大家大本营的渠道。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会走丢了，好不好？有人说是莎士比亚区，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衬衣有链接吗？没链接，贵的要死。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看人家那些什么高清直播间，你觉得他们的那个直播间好像费用很高，成本很高。我告诉你们，那都是一次性成本。他们每一场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直播间，用一样的设备，都是一次性成本。你知道我的直播间的成本有多高吗？我每一场直播成本至少好几万，知道吗？我的衣服一件单件的衣服，平均都在大几千上万，最少 at least
在那首饰呢都不说了，首饰还可以用好多场，首饰那我都不提了，知道吗？我为了给你们更多的新鲜感，为了取悦我的直播间里所有的美女美人儿，所以我真的是花了很多费用，知道吗？在我身上啊，然后还要被骂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来，我们来开始连麦了啊！我们开始连麦了，来，直接开始连麦了。哎呀，还挺热，穿脱了。Hello， 你好。喂，你好。哎，你好，你说。哎，是这样的，之前听了很多次老师的直播，然后就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就是您说如果想让一个男生长期给你付出，当然了，我的理解不一定就是米方面的，就是你需要达到3点，一点就是你的光环，然后你的沟通能力，然后以及说就是10点半内容吧。我觉得我的问题是正常的一个恋爱的问题，其实问题出在了第3个，就是说起来有点丢脸。这有什么脸呢？这说明你单纯，这不丢脸啊。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是省会的，然后父母是迷彩行业的，就是基本上现在是之前是中苹果的一个样子吧。然后从小家教特别的严，然后我感觉就是从来没有跟朋友出去玩过，之前也是有时间就被送到体育队去的那种女生。后来在大概11、12岁的时候，父母就各自有了现在家庭，就把我送到国外亲戚家去了，然后亲戚就把我送去了另外一个迷彩的学校去住去了，然后我就不到17岁可能就在国外上大学了，一路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个人条件应该还可以，所以就身边有一些人，但是那个时候小，这个不是很懂，然后我就感觉可能是我自己是那种绝对顺从型的那种性格，因为家里是绝对不会出尔反尔，但是奖惩非常的分明，就一言不合就把我打得很惨的那种我爸妈。但是比如说他说你考上大学或者是大学以上多1个学我就给你1套房，我现在是博士已经毕业了，所以我父母给了我3套房，就是说什么就做什么那种。后来就是因为可能是我性格比较顺从，所以每次谈恋爱就是都会被人欺负，基本上到最后都是以男生劈叉结尾。后来在20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男生，他大我很多吧，然后对我也挺好的，虽然是相互付出，但是他给我大概1年付出了100多个的样子。我当时就以为说，他大我也很多，然后对我也很好，自己条件也不差，就是好日子就来了。结果我就病了，我病了之后就打了激素，就胖了很多，胖到了快200，然后我才1.65米。后来才不到1个月时间，我就发现他开始劈叉，然后我跟他去争了，然后他就把我打了，然后就把我打了之后，当然了，他第2次动手打我的时候，我就把他给打了，然后后来我就搬出去了。就是我后来就跟爸爸妈妈有在说这件事情，爸爸妈妈就说那是因为你不够优秀，那个时候我在上本科，后来我就不停的在努力，然后不停的在读书，然后到了26、27岁的时候，感觉身边男人开始慢慢变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不对了，就是这个时候的男人出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他们更想跟我一起搞米，就不再想跟我谈恋爱，然后他就更想跟我搞米。然后这帮男生呢，现在对我也很舍得，逢年过节就会送那些价值很高，但是在我看来很适合中老年人的那些东西。就是，然后每次当我有喜欢的人，然后去告诉他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呀，就是说大家一起搞米不好吗？就是为什么要去谈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身边也不少的小姑娘，到现在了，我可能回国之后有4、5年，就属于那种特别孤寡，然后身边全是男的，然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然后因为我现在也是副高嘛，自己有副业，然后是做就是素的那个行业的，就是经常会有男的来找我去给他们建议，然后他们的公司让我去看这些东西，我也会出去做专家什么的。我在一个可能房价1万多的地方，一年能够到手40、50的样子，然后家里给到的大概现在资产是1000多个，就是给到我自己的房子，但是就是找不到男的，然后就是找不到，然后呢，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现在还有140、150的样子吧。但是之前也是这个体重啊，就也有人要啊。就是每次在我提出有任何亲密关系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就是大家还是做好朋友吧。但是他们依然会对我很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多大了？然后就很想改变这个情况吧。你多大了？我今年28。28，所以你平常的穿着打扮是什么风格呢？就是
说实话，我不太就是说，如果是出去玩的话，可能就是那种看起来会比较的精英的那种，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什么穿什么，就是比较忙嘛。这是借口吗？这是理由吗？是这样的啊，择偶跟做事业一模一样，它里边最核心的点就是，如果你想拿结果，你必须要做出跟结果相挂钩的动作，对吧？你想要去吸引男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打扮，什么样的状态会吸引男生？首先你自己得有所呈现吧，否则的话，你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那还能为什么呢？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也就是说，你包括长相这个事情，因为我确实长得还是行的，因为之前在国外的时候，说实话也做过，就是说娱乐相关的工作，然后现在，但是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可能就是信了吧。不，是这样的啊，姑娘，你要么就是职业化，要么就是随便搞。随便搞是什么？你很年轻，很漂亮，很清纯啊，白 T 牛仔裤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你不处在那个阶段里头呀，对吧？你说我给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国外的一些老太太啊，那种已经70、80岁了，但是你还是会从她身上看到那种美跟优雅。那种美跟优雅，它跟她当下的那个发型啊、妆容啊、服装啊，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越是年纪往上走，越是自身的天然的这些东西的数值在往下走，那么你就越是需要靠外在的东西去把你的综合感觉往上拉嘛。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小的时候你可以随便你140、50斤，对吧？但是你那个时候年纪小嘛，你的皮肤状态呀，你的那个性格展现出来那个感觉，包括那个时候的男生，他也没见过那么多女的呀，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对比呀，大家也都是比较简单的，那自然而然的你还是能正常的吸引到。但是越往上走，对吧？你就越是需要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到身上，然后拉高你在雌竞里头的这个平均值啊。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些走的比较近的吧，然后比较了解我的，然后也表示过，喜欢的那些，他们到后来就是他们就会说觉得，就是说看到我就会觉得有点吓人，就是说他们总觉得说，如果跟我弄崩了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很难，就是如果是别的小姑娘，他们可以随时结束，但是在我这里，他们就说觉得。因为我确实我自己性格比较佛系，有40、50，真的这个收入是我没有去怎么努力的，就是一般活都是找上门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我帮忙的话，我会很乐意去帮他们。然后他们可能通过我就是赚到了不少，就比如说我会给他们去做一些专家意见啊这之类的。等会儿，所以他们就是说觉得他们通过你赚到不少的时候，他们是相应的已经前面跟你给费用了吗？我没有找他们要过，我觉得都是朋友嘛。但是他们给我买东西什么的。停，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在对方跟你之间没有建立任何的关系，无论是情感关系还是利益关系之前，你就已经给到了对方巨大的价值，并且让对方通过这个巨大价值拿到了很大的利益，那么他是不敢随意的更改这个关系的属性的。因为一旦更改关系属性，他就害怕失去他的既得利益和价值。明白。你可以给一点点甜头啊，我稍微的给你展现一点点的建议，但是我不能跟你给巨大的建议跟价值。如果我给你给巨大建议跟价值，你都拿到巨大的价值了，你敢轻而易举的跟我往男女朋友方向走吗？明白。明白了，所以我之后就是不要人家问我什么，我就全部都。你是我们金贵的学员吗？你是我们金贵的学员吗？还不是，我最近想学习来着。我建议你先学习一下，因为你刚刚跟我聊的很多天我感觉到就是严重的缺乏一个大的架构，就是你都不知道跟男生聊天的时候，你是需要释放可得性。让他觉得跟你
进入到男女朋友关系会有更大的价值展现，你就没有这些，就是你前期完全没有动过这种脑子。对，没想那么多之前。所以说我建议你去学习一下，还有就是把你的穿着打扮、妆容一定要重视起来。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好，拜拜。就好像当你们如果说想要去拿事业结果，你是不是要在这个专业事业领域给别人展现出你巨大的这种专业性、专业度，对吧？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更快的拿到你的事业结果。拿到情感结果是一样的呀，情感结果它也是一种，就是说白了也是需要你去展现在情感关系当中需要的价值的。情感关系需要的什么价值？好不好看？身材好不好？有没有情绪价值？有没有服务意识？嘴巴会不会说，对吧？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开不开心？想不想跟你继续接触？这些东西不就是男女关系当中展现出来的价值吗？对吧？如果你的价值是不可以错位的，明白吗？这个价值不能错位。你说你想拿事业结果的时候，你天天跟那个男的眉来眼去，人家只会在专业能力上面去给你打折。你想搞男女关系的结果的时候，你天天给那个男的，哎呀，谈古论今啊，这说，哎，说国家大事啊，说政治啊，说经济啊，说这些东西，那男的就觉得，哎呀，这女的她是搞事儿的人，那不能谈恋爱，明白吗？你一定是挂钩你想要的结果，然后再决定你现在需要展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两者可以结合，但是它有先后，或者说它有侧重点，对吧？你不能说都是1:1的去展现的，那肯定是不对的。当你想要拿男女关系的结果的时候，走雌竞的那个状态的东西需要有80%的展现度。当你想要去拿这个事业结果的时候，那么走雄竞的这个东西它需要有80%的展现度，对不对？然后你先搞定你最想要的那一头，对不对？然后到了后面你再慢慢的去渗透你其他的那些东西，是吧？否则的话，你肯定是把什么东西作为80%的这一头做展现，那么哪一个结果你就会率先拿到，那一定会影响到对方对于你的判断，是吧？你说你的人物画像，首先你不是属于一个什么一上来哇妖艳的不得了，别人看到你就想跟你怎么着那种美女，对吧？你本来呢就是一个可以说外表上面的话，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女孩子。你本来就是一个外表上面中规中矩的女孩子，你并没有靠视觉冲击能够让这个男的迅速的想要跟你产生男女关系方面的结果。然后呢，你又很职业化，你每天打扮的要不就是职业化，要不就是随随便便一穿大 T 恤什么大裤子的拖鞋一撒，你这么一搞，你说你用什么点位去撬动这个男的，让他想要跟你有男女关系方面的发展？没有，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现在的时间是2023年11月30号，所以说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直播。我们的直播呢是1年365天，都是这3个时间段定时定点开播。但是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号被关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让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好不好？来下一个，今天是贵族风，我天天就是主打就是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钱风。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曲曲。你好，你说。马上，你好，曲曲，经常听你的直播，然后觉得你的论点是非常正确，然后且在实践中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我想咨询的是正常的婚恋关系。等一下，我调一下话筒啊，稍等一下。然后我想咨询的是正常婚恋关系。我想先把问题抛出来。第一个问题是想听曲曲客观的帮我分析一下我和2号男嘉宾西巴探的关系，以及我现在做的选择是否正确。第二个问题是我内心始终有点抗拒和1号男嘉宾10点半
我如何在这段关系中自洽，并克服这种心理抵触。我的基本盘是在新一线城市，年龄32岁，收入是1年30到40W，学历是在职研究生，名下有2套房，大概300个W，一辆30的代步车，是体制内穿猛制服的单位小苹果，有小光环，然后颜值和身材都在7左右，属于在我们职业系统内的颜值 top。然后1号男嘉宾年龄32岁，收入是5左右，名下有一套收入多少？不好意思，我我刚没听到。你说收入多少？收入多少？1号男嘉宾吗？1号男嘉宾收入是50左右 ，OK，然后名下有一套300左右的房产，学历是全日制博士，在某高校任副某教授。我目前已经定了在下个月进入围城，并且给他把大部分财政上交给我。然后2号男嘉宾的年龄是33，然后扯过快乐证，有2个篮球，没有正式的工作，靠家里生意收入，名下2套房在600万左右。家里还有其他资产，具体我不清楚。然后他爸妈知道他不太靠谱，所以应该也不会拿给他。我和他在一起2年半，然后他对我付出除开共同的开销就大概20个左右，因为我感觉他也没有多少米自己手里。然后我们接触是因为3年前，因为我当时恋爱长跑分手，心情不好，然后他正好出现，很会提供情绪价值，10点半非常和谐，所以我们是逐渐从 PY 变成正常的男女关系。一开始他没有扯快乐证，然后骗我说扯了，后来被我发现，然后他在1年后是真的扯了快乐证，但我觉得他无论从谋生能力、责任心以及对我们的未来没有明确规划，确实不是属于适合进入围城的对象。所以在10个月前我和他分手了，然后在分手期间就和1号男嘉宾确定了关系。但是我内心的精神和情感上还是很依赖2号男嘉宾，因为在生活细节上他确实对我很好，情绪价值也非常高，而且10点半很和谐。所以我们分手了1个多月以后，2号男嘉宾来找我的时候，我又和他在一起了，就当时不太理智。然后但是我明确告诉了他，我和他不可能进入围城，我有一个正式的婚恋对象。他一开始表示自己可以接受这种关系，然后就是工作日，因为工作日我和他在一起，然后周末和1号男嘉宾在一起。但是因为他占有欲比较强，然后感觉他还是接受不了。期间他也就是多次因为我和一号男嘉宾的事情威胁我说要去联系1号男嘉宾，告诉他我们的事情之类的。然后我们都比较痛苦，但是2个人都舍不得分开。然后直到1个月前，我们因为小事冷战了几天，他一直没联系我。我给他打电话，发现他要么不接，要么闪躲，然后发现他确实，在外面有新人了。然后我瞬间破防，很崩溃，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没有背叛过他。新人的条件不如我，但是对他比较上杆子，因为可能就是他平时在外面也比较装嘛，就还不知道他的基本盘。然后现在呢，他一边想选择新人，又想多吃多占，每周和我在一起几天。我拒绝了他的这个想法，然后目前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前我看过他的手电，他一是和前从抚养小孩，他平时基本不回去，但回去也会和前妻合同相处。然后第二个是我看见他在外面欠了大概有100个 W 左右的外债。我知道这个人稀巴烂，但是就是现在感觉自己被断崖式的分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听曲客观的帮我分析一下我和2号男嘉宾这段关系，以及我现在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你和2号男嘉宾有啥关系？就是个身体关系，你们有啥关系啊？就是还是是但是就是情感上以前也很依赖他，就是在接触的时间里，因为他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姑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Hello， 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听得到。你这网好像不是很好。可以。可能是我的网的问题。可以。完了，这网不行啊。是这样子的啊，你也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没有那么大的财富量级，然后呢，还想享受那种财富量级的人享受的那种关系，就是你可以1对多，但是你的这个多，每一个人都要忠诚于你，是这意思吗？凭啥？凭啥？你能给别人因为他一开始也是说，不是，你能帮别人把那个100万的债怼了不？
我肯定不会帮他。说得好，那你凭什么呢？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忠诚于你？是我知道，只是说我自己内心还是有点比较难受嘛，就是从这个情感里面抽离出来。你难受，我跟你讲，没有人要你抽离。本质上来讲，没有人要你抽离，大家都巴不得多吃多占。你要多吃多占，人家也要多吃多占。你们主打就是公平，没毛病。没有人要你抽离，你的抽离是干嘛？你的抽离是希望让对方因为你的抽离而选择忠诚于你，这个是你抽离的根本原因跟动机啊。你的抽离并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没必要，这关系没必要，是吧？不是，你的抽离实际上是想对方反扑，希望对方反扑以后忠诚于你。你这个抽离的这个动作的动机本身，它就是不切实际的呀。那我就是放弃2号男嘉宾选择和1号男嘉宾进入围城，这个选择应该是正确的吧？对的呀，这个选择没问题。其实你怎么选都可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不道德的人多了，明白吗？多偶的多了，不道德的多了。只是说你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去承担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你有没有成本的这个概念？只要你要不然就是你跟1号2号，哎，你要怎么着你可以，只要你有这个本事，对吧？我就要都 hold 着，你要都 hold 着，它是一条路径，只要你能承担都 hold 着，那么1号最后会炸的这个结果你就可以都 hold 着，对吧？关键是现在自己已经有新人了，然后他也选择了，就是说你都 hold 着嘛，都不是有新人不代表他要抽离呀，有新人是他也想多吃多占的，是你对啊，是你要抽离，不是人家逼你抽离，人家巴不得就是说，那你要多吃多占，我也多吃多占，咱们主打就是个平等，对不对？不是说你说啊，我放弃2号选择1号是对的吗？这个事儿啦，这100%是对的，这种东西不用问，这种东西有什么问的呢？这种愚蠢的问题你自己答不上来吗？这个问题有什么好问的？没有任何问的必要，对吧？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事情里面它的点在哪儿，它的点是在于你甭管你是放弃2号选择1号，还是说2号1号你都想站着，你一定要明白它的成本概念。你能承担成本，你怎么玩，你瞎玩都可以，没人管得了你，对吧？你要么把2号，你把人家100万填了，你要2号对你忠诚，那2号肯定没话说，他也没办法，对不对？起码在他还明白你这个100之前，他肯定是没办法，那这是2号他要承担的责任。你要么就是你给不了别人这个经济支撑，那你又想1号2号都站着，那你要承担的成本就是1号可能随时随地会知道你这个事儿，那么最后1号会炸，你还是会成为2号的 n 分之一，这个是你要承担的成本。只要你能承担这个成本，你跟1号2号同时在一块，谁又管得了你呢？那按照你的分析，你觉得2号他还会回来找我吗？应该会吧，因为都是为了多吃多占嘛，对不对？只要是能够被低成本持有，多吃多占，然后不影响彼此的生活跟关系，大家都有可能回头。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想和1号好好的在一起，然后，那么我怎么克服我的内心对他的那种有一点抵触？我怎么在这个关系里面自洽？看你要什么了，你能要的东西，他是不是能给你？你能要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你在这个关系里，我还是想要一个比较稳定，然后有前途的未来吧。我觉得跟2号他是给不了我这些东西的。说得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是建议你珍惜啊。珍惜的本质在于认清自己啥也不是，啥也没有。你们很多时候不珍惜啊，不珍惜是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牛掰了，你把自己看的什么东西都有的样子，好像一走出去好多人抢，并没有，好吗？珍惜的本质是在于你要知道你眼前已经拿到了你能拿到的最佳结果。好吧，好，拜拜。就好像我说，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叫做没有失去的时候去珍惜的技能。失去了以后的珍惜，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对吧？失去了以后的珍惜是你没有找到更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首先要修炼的一件事儿，就是在没有失去的时候开始珍惜。
怎么在没有失去的时候开始珍惜呢？你要告诉自己的是，我眼前的这个可能就是我能拿到的最好的，对吧？我也这么大了，我也看了这么多了，我也找了那么多了，什么样的我见过，是不是？那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吧，人家没看上我；条件特别特别差的吧，我也看不中，对不对？双方都感觉感情很合适的吧，他妈欠100万，对吧？你好不容易找这个，是不是？又有点小实力，还能对你言听计从，在情绪上也能依着你的，你就要知道，这已经是你多方对比之后，权衡利弊之后拿到的结果了。这已经是你手上拿到的最优解了。你不是一个20出头，你还有无限的青春、无限的机会可消耗的这样一个女生了，对吧？看明白自己在市场里面的位置。你要是真找的这个更好的，你早不找了吗？你这种，你们都是对婚姻啊，对什么稳定长期的关系啊有执念呐、对这个一张纸啊有执念呐、你要是能找着更好的，你会等到现在吗？对吧？自己首先是要自我说服啊，老是觉得自己的价值凌驾于对方之上，干嘛呢？你觉得你走出一堆人抢，不是这么个事儿嘛，是吧？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吧？我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大本营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打，怎么找到我们的大本营。来下一个喜欢 CEO 喊麦是吧？ CEO 要时喊时不喊，对不对？不能每一次都如你们所愿，那你们都不珍惜了。Hello， 你好。是我吗？哎，你好。是我吗？是的，你好。哎，不要退出哦，退出我听不到哦。退出我听不到。那我看不到我写的那个单子了。你要不然下去把你的稿子重新誊一下，因为退出是不可以念稿子的。好的，那我简单讲一下。区区，我的问题是我现在已经34岁了。Hello， 你好。声音不是很清楚吗？你接着说，接着说。现在听得到吗？接着说。我就觉得我人生挺失败的，就是在26、27岁的时候就挣到过几百个 W， 然后呢，也因为价值观不同，跟我前夫就是分开了。分开以后的原因呢，主要是2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生不出小孩，然后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方式，他也是不行的。如果早点认识你就好了，早点认识你，我才知道婚姻的价值其实就那3个。宝宝，咱们那个深呼吸一下，不行你就下一个再来练。好的，你下一个再来练。这样，你下一个再来练。首先呢，是你把你的稿子腾出来啊，找另外一部设备把稿子腾出来。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你平稳情绪读稿。不要，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写了稿子以后不念，你的思维一发散，就胡说八道了，就开始，然后呢，情绪一上来就开始抽。不是我不想承担你们这个伤心的感情，而是平台不让啊。平台一听到你们开始抽，他就觉得我欺负你们，他就要给我关播。我真的很无奈，好吗？我真的太无奈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好的，我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34岁，然后扯过快乐证，有2个娃，年收入是100加，然后有2套房，然后车是100多 W， 颜值6、7分吧。然后现在手上现米是200个，然后和男嘉宾谈了有3年多，男嘉宾也是34，工作是通过和苹果链接，然后帮别人处理问题赚米，然后他是无房，存款是不稳定，然后男嘉宾在超一线城市，然后当时是因为前夫劈叉的原因，然后扯完快乐证之后，我当时就抑郁比较严重，然
然后我姑姑就介绍了他，然后那段时间他对我疯狂上头，对，然后安全感也给的很足。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进围城，我觉得他收入不稳定，然后不想进，就冷战了2-3个月没见面，但中间也会打电话。然后他是属于请苹果吃饭很大方，一次吃饭就能吃个5-6万啊，然后就算没米了，他也会套那个某卡出来送礼的那种人。然后可能一年就能赚100-200个啊，但是他都用来就不停的链接那些领导，去认识更多领导这样子。然后对他自己和对我都比较抠。然后他说花在领导身上的米能改变他的命运，然后花在我身上是不能。这3年了，总共在我身上只有十几个 W。 然后就当时他有一个叫我买的一个股票嘛，亏了100多个十几个不好意思有点紧张。然后我说跟他谈的时候，我说让他把米还给我。然后我10月份生日的时候，他来要到我城市来，然后我跟他沟通说，那你先把米给我。然后他的意思也是说会给我的，然后等到了之后他就又不肯给了，然后还截图跟我说领导叫他租个地方，然后要喝茶吃饭这种地方，然后要用米的地方很多。然后他就当时就转了我52K 和一个苹果手机，然后我就没要。然后他回去之后说自己好好赚米什么的，但是态度就从那之后就变得不好。然后11月份我交房，当时之前是跟我说他帮我装修嘛，然后因为他装修找别人那些人做的话是不用他付米的，然后但是他后来又不愿意了，然后我就中间就冷战，又没有理他了。然后我就之后我就觉得想不对，然后就跑到他城市去。然后他当天是给我转了2.3个 W 了，用我的账户就是买一个33开头股票，原因是他自己账号好像不能买。然后当天就是领导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回来给我拿了一个信封，然后我一看是里面是5000K 现金，然后我就说当时就说给我的吗？然后那个代驾小哥在嘛，然后他就直接说给我的，我就把它收起来了。然后他第2天又到我包里面把那个5000K 给找回去了，我当时就震惊了。然后反正中间我们换了一个房间嘛，然后他很开玩笑的说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拿我手机说叫我付那个房费，然后他把我手机抢过去，直接就让服务员扫掉了。我就觉得很无语，然后就是想去帮我看一下就还有没有必要的，有没有必要继续，然后看一下这个男嘉宾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竟然会说有人要投资他200个，让他跟领导吃饭啊什么的。然后第3嘛，帮我看一下我在这段关系当中的有什么不足。还有第4就是我想看一下为什么他之前一直是想要推进的，后来就突然就这么，因为我这次去他就对我态度非常的冷淡，为什么会有突然这样子的转变？好，那我就回答一下你啊，但是咱们说好啊，我回答你，你可不能摔手机啊，啊，咱们一定保持情绪稳定，好不好？好。首先呢，这个事儿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啊。第一个方面是这个男的本身是个骗子，这是第一件事儿啊。从这个男的的维度上来说的，这男的呢是个骗子，那不是说小不小气大不大方的问题啊，跟这都没关系。这男的是个骗子啊，他压根就没有任何实力可言，好不好？没有任何实力可言，是个骗子。然后他为什么找你呢？他以为你有钱来着，知道吧？他找女的很简单，他要找经济实力强的女的。经济实力强的女的一定要把这个米给到他，花到他身上，这个经济实力才有价值，才有作用。当你的米不能花到他身上，你还要不停的往他那掏。本来呢，他可以前期可以投入一点，为什么呢？以小博大嘛。所有的骗子都是走这个路子的，以小博大。他前面投一些，对吧？如果说，他遇到项目上的困难了，遇到这个了，遇到那个了，这个时候你主动说，那我给你弄啊，我给你搞，他就会觉得，这个女的，对吧？上套，上道。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符合他这个猪盘的客户框架。
但是呢，你有一点好的呢，就是说，其实你还想往别人身上搞点，你想往他身上搞点，那他搞着搞着他就觉得不行，这女的搞不动，是这么个概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姑姑介绍我之前，她说有一个女朋友的，是广东那边身家好像10几亿的，就是因为要她入赘，然后她就没有去。哎呀，你算了吧你，还入赘没有去。别跟我聊这种天儿，跟你说，只需要听前半句，确实找了个身家10几亿的女的，最后为啥没有去？那肯定不是因为人家让他入赘他不去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话呀，你们都只能听20%，知道吧？那没有那种事儿。哎，真的身家10几亿的女的要他入赘，他肯定得去，知道吗？他百分百得去，要不然呢，就是人家看上其他人了，要不然呢，就是人家压根也不上套。说白了，人家也不想跟他结这个婚，只能拿点小钱给他打发了。这个呢，不吻合他想要的结果，不可能是因为人家要他入赘他不去，好吧？所以首先第一条，我告诉你，这男的是个骗子，职业的。他多大了？34，跟我同年的。34。拆东补西，哎，什么这里请客那里个，我跟你讲啊，没有哪个一年挣100-200万的老板需要请别人5万一餐的饭。我告诉你啊，能够请出5万什么几万大几万的这种饭局的，那一年都是千万利润往上走，没有说我一年就怎么搞个100-200万的生意，我还去请这种饭的，你请得着吗？你到这个 level 了吗？你到不了。首先就是到不了啊，所以这男的首先是不好，这是这个男的的问题。那我呢是建议你啊，把脑子里的水给我挤干净，好吧？你把脑子里水挤干净啊。首先这男的是骗子，然后呢，从你的维度上来说，你也是属于脑子有点不清白的。为什么呢？你有婚史，2娃，你怎么还有跟男的谈恋爱的时候，今天让别人给你搞个几万，明天让别人给你搞个几 K， 后天让别人给你装修房子，这个那个，你哪位呀？你咋想的呢？你找对象，你正常找对象，没有你这么找的，没有你这么找的。如果说以你的这个条件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达到了倾国倾城的级别？没有。如果你不是倾国倾城的级别，如果一个男的真的上来跟你今天搞几个 W， 明天跟你搞装修，那一定是因为，要不然就是遇到这种猪猪盘，他想以小博大，要不然就是这个男的他想从你这里搞业务。他觉得你能给他带来很大的业务，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一个正常走婚恋关系的男的，他对于你这样一个人物画像的女生，需要像这样子消费，然后去赢得你的美人心啊，没有美到那个倾国倾城的地步，明白吗？所以说，如果真的以你的这个路子啊吸引过来的男的，那都是不正常的。没有哪个男的会愿意为这样一个人物画像的人去这么投入，不可能。所以你要正常点。如果你真的是想跟别人走谈婚论嫁的，一定要讲求着一个双向的一个付出意识，知道吧？双向付出意识，然后呢，不要老是那种薅，那种薅，最后没有找不着。给我送礼物啊什么的，我都是同样价值的那个礼物送还回去的。你然后呢？你想让人给你装修房子，让人给你搞这个，让人装修房子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跟别人帮别人就是别墅区啊那些帮别人做违章，然后欠他的人情。小姐，你信吗？一个人给你装修不要钱，你觉得这个事儿合理吗？你一年也挣100多个，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他说的话就他说的话完全经不起推敲，属于是。好吧，现在明白了。好吧，好，就这样啊。好，拜拜。好看可以是吧？好看归好看，对吧？但是你毕竟是这个，你也是一个熟女，你好看。你现在找的这个男的又不是比你大10几20岁，别人跟你同龄的，人家像这么杂，那一定是在你身上看到了非常大的潜在价值，他才有可能像这么杂。所以你告诉我那个潜在价值到底是什么？潜在价值是什么？要不就是你口袋里直接掏出来的米，要不就是通过你能够挣到的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不对？
什么今天几万，明天几万，后天给你装修个房子，这干嘛呢？这是那些好骗的那些女孩都没了啊！那些20出头好骗的都没了，就剩你了，是吧？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是吧？那脑子不好使的，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这些男的怎么着呢？就忽悠他们不行吗？非要费那么大劲来忽悠你，有必要吗？还什么装修什么？他说装修，他让别人装是不要钱的，凭啥啊？我长这么大我没听说过，除非你能给他带来巨大的项目。你是什么大苹果吗？啊？你是什么大苹果？你跟人家给个项目，人家顺道就能挣好几百个 W。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家有个房子，你给我装了，这我听得过去，是吧？这个世界上啊，大家都是讲的就是交换，是不是？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大家都是手上要盘这个事儿，要把这个事儿要盘通，对不对？你说你们又不是不挣钱的人，怎么这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呢？人家跟你装修不要钱，他还不如直接把这钱送给你，是不是？直接把这钱送给你。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1年都是这3个时间段开播啊！大家如果在这3个时间段里没有看到我，一定是因为账号有问题，而不是我没播。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而且我跟你讲，我认为啊，这个女生她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忽略了好多次那个男的对她的诉求。我不知道他是压根儿没听呢，还是他在装傻。以这个男的这个路子来看的话，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边，这男的肯定是有给他潜植入过很多诉求的，但是呢他没接板，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男的是这样的，他在跟你讲什么，哎，我可以给你装修房子啊，反正也不要钱，这个那个，他其实应该是在铺垫些什么东西，他才会讲这个话，知道吧？为什么他最后这个装修是不搞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他想让你帮他干的事儿你干不了，要不然就是想套你的米做项目，要不就是想套你身上的资源，但发现你没什么资源，然后你也不愿意花米，他就前面给你承诺的那个东西他后面就不搞了，你知道吧？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只看自己想看的，他对于别人的那些诉求他压根就是忽略不计，完全就是看遍，也不知道为什么睁眼瞎，属于是是吧？还有为什么你们2个人不在一个城市，知道吧？他可以对你很热情，你去了以后，为什么他的热情会骤减？我告诉你，因为他是个骗子，他的很多东西根本就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你离得远，他好糊弄；离近了，很多东西就要穿帮，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为什么那个猪猪盘10个有9个都是网上杀的，是吧？10个有9个都是网上杀。我跟你们讲，你们有没有在就是软件上面遇到过猪猪盘？软件上面的猪猪盘，他们通常啊都是在异国跟你讲故事，通过异国的方式跟你讲故事。为什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因为你不好论证，知道吗？他有距离的时候，很多东西他说了你就信了，他说了你就听了，他说他在参加饭局你就觉得是饭局，他说他一顿饭买了5万你就觉得他一顿饭买了5万，是吧？他搞几张假票据你什么都觉得是真的。但是如果你真正到实地呢，很多东西它是可以被验证被考察的，所以它支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明白了吗？来下一个来下一个。我今天从8点钟开始啊喝快乐水，请大家8点钟准备好你们的快乐水。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说。我说的快一点。我现在是34岁，然后我的问题是，不知道34岁的年龄到底是要先把事业稳定下来，还是说先去把对象搞定？因为我的事业现在属于上升期，然后但是事业呢上
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然后我现在也在做一些就融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嘛，但是我想计划35岁最好有小孩，那因为31岁才扯快乐证，是因为价值观不同，就是每开一家店就吵架，围城里3个价值一个都没有，扯证2年之后呢，我专心搞事业，就是弄得风生水起，挺好的。现在的这个合伙的人也让我觉得，感觉听了你的直播之后，我就回头一想，我感觉也是稀巴烂。怎么个稀巴烂法啊？他说不用出米，给我30的股份，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属于行业老兵，然后我就能给他，就是这个局是我可以帮他插，我可以把他做得很好，他能省很多事儿，所以我等于说技术入股，然后他出资，然后起盘的时候我认为是需要1000个的这么大的局，但直到开始装修他才跟我说用不到，总投入呢也一直都不到位。他说那先装成这个样子，后面赚了钱，因为他知道我是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的人，那么每个月肯定会有流，就是现金流的嘛，因为门店啊。他说这些装修的钱，后面的一些工程款了，等投入，等你现金流来了一点，每个月一点一点还就好了。他说不用的，就等于说我这个盘从起局开始就总投入一直是不到位的，后面开业后赚来的米呢，就每次。其实因为刚开业是团队新组的嘛，他一下子也不会就是营业额做得很高，但是我已经相较于新开的盘来说，我已经很不错了，每个月是能够盈亏平衡，还有一点结余的，但这个结余都给他全部去填补之前的欠的工程米里面去了，所以现在经营状况就是迈不开手脚，我又想去做线上平台，他也钱给不出，所以我就打算去找我，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人是愿意投我的，我又要去弄这个事业，但是我的年龄嘛，现在因为31岁才扯快乐证，那我现在又34岁了，但我现在一心搞事业，我完全没有精力去找一个对象啊，或者说，就身边其实有不少都是我颜值大概也就7、8分吧，看起来比较年轻，因为做这个行业可能接触年轻人多哈，找我的都不是那种00后，就是小我很多的，我觉得不靠谱，也没曾答应过，遇到过，然后前2天我看了，我就这段时间经常看你直播。看了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去找了个那个对碰的机构，去问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他说，就跟那个老板聊的到什么程度，他太认可我了，他觉得我太好了，他说你没关系，你要是不相信我，你给我1分米，我先帮你介网不行，绍3个，你看看我靠不靠谱，竟然。那还能有这？完了，我们的网不行。这种事，喂，你说1岁，离没有娃，他有一个女儿。喂，我能听到吗？你说，然后我接触了一下之后，我就是觉得好像对人家也不公平，因为我现在，这个事业上的事情，我的合伙人总，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有没有可以换5G 的？全部给我换出来。稍等一下啊，我给你暂停一下。稍等一下，我给你暂停一下。有没有可以换5G 的？哪些？稍等一下啊。这个不行啊。没有啊。没有卡吗？还是没有？对啊。还有吗？这可以吗？你是知道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吧？等一下。好，这个可以。还有吗？稍等一下啊。还有吗？好，你接着说。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为什么知道我的那个合作伙伴到底欠多少呢？是因为近期了，消防那边某传票过来才跟我坦白说，总共还欠60个。那1年多了，我
因为公司好，没这个事儿不重要了，你跟这个男的这个事儿不重要了，是这样的啊。我大概也听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的建议啊，我觉得如果你认为现在你做的这个事儿，它能够快速起盘，你只不过是被资金的问题拖住了手脚，对吧？是的。那么你首先是要解决你的资金问题，对不对？是。我觉得你现阶段刚开始做，而且呢什么资金都没有的情况下，能够拿到一个微盈利的结果，那么这个事儿它的确定性是非常强的。对，我做了10年。既然是确定性非常强的事儿，我认为啊，你应该给自己一个冲刺的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周期你可以定在1年或者2年，因为你34，你要说大，你也没大到那个份上，大到觉得自己生不出来了，还没到那个份上，好不好？我觉得只要你的身体状态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再过个2-3年，其实一样的可以生。但是呢，是这样的，你想找一个很相爱，你还能很看得重的，还很有经济实力的这样的男的不好找，所以这个是需要巨大的时间，大量的时间精力才有可能碰得到的。但是呢，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再往上冲几个台阶，其实有可能是你通过1-2年能做到的。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冲到上面一个台阶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能更轻松的去负担养孩子的成本。那个时候你别管遇不遇得到你想象中的那样的人，但是你要弄孩子其实是有很多方式方法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做生意现在的局很大，其实是属于比较重资产的。那万一有那个失败了呢？万一失败了，那我现在还有，就是因为他钱付不出嘛，有好几个月我已经付了半年了，我自己付了160个 W 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现金了。我已经有160个给进去了，我手头上没有现金。但如果我要一旦出了什么事，等一下，你跟这个人合伙做的这个生意，你自己往里头搭了160。对。你为什么会往里头搭160？因为他说，就是我们是不止这一个局的，我们是有一系列的主题乐园。然后都是比较大的局，每一个盘都是几千个的。然后他说我看得到他别的地方在开新的，但是我这边的话每个月也欠的不多嘛，就20-30个，那我就说我先出。不是，小姐啊，首先哈，你跟这个男的关系是一定要做切割的，你是不能跟这个人合伙的，你明白吗？可是是他先起局的。你现在不可以跟他合伙，因为他没有价值。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什么价值啊？其他的业态里面能拿到最好的商务条件，让我这个业态进驻进去的商务条件是最低的。他能拿到商务条件，那应该是他技术入股啊。不是，是房租这些东西了，房租物业给到我，但是他没给钱呢。给了一部分钱。你不是说没给钱吗？你不是说钱是从利润里头出来的吗？他这是后面的最刚开始的有300个是他真金白银掏出来的，到后面他跟我讲钱掏不出来了。起盘之前我跟他算过，我们这个盘至少应该要1000个的，但是他一直资金总投入一直不到位，但是投入过。你这个不用，你是这样子的，如果人家已经投了300个进来了，你不要再琢磨什么他那个钱不到位的事儿了，那钱到不到位，这事儿你已经说了不算了。这都是属于你们前期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是属于你前期的工作没做到位，这个是你自己得买单的一个事儿。你得找资方进来，是100%的。如果能找得到资方进来，你这个事儿才能往后走。否则的话，这个男的他是不可能说他拿了300之后，现在这个事儿干到一半了，他还不停的往里头贴，他贴不了的。你要么就往下干，你铁着头往下干。你要是不干，那就是停摆，你不可能说一点风险不承担的。对，我这个也想到了，反正我认为一切都最好的安排，反正不是学到就是得到，这个我是认可的。你要拉资方进来，而且你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你想法多了，你就是一步都走不动。我如果现在这个事情停止，我先去生小孩结婚，怎么可能呢？我是可以把这个我投进去的160个给弥补掉的。那你是属于脑子有坑。我现在就是想，那是属于脑子有坑。
那是属于纯脑子有坑，事儿也起来了，这也运转起来了，也能够拿到一个盈亏平衡，甚至是有一点盈利的一个状态，自己也投了钱进去了，所有的东西它也是在向好的。你说我突然之间我莫名其妙把它一停，我去生孩子，那不是脑子有坑？那万一我这个如果失败了？没有万一，你必须成功。哪有万一呀？这种时候你还在跟自己讲万一，那你这一生你就啥也别干了。我告诉你，你这种时候你钱也投进去了，事儿也做的差不多了，你这个时候谈万一，我往后缩一点，你一缩那绝对是死，一缩就是死，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因为在这个年龄，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事情还要几年才能解决掉。哎呀，我跟你讲啊，你那个什么找男的生孩子这事，你是找不着你满意的那个对象的，你快速能找着啊？你不是扯吗？就完全是。你的意思就是全力以赴弄事业？肯定的呀，对象。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半山腰了，你没有地方可以撤，你撤出去，你想要的那个男女关系、生孩子的结果，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呀。就是全力以赴弄事业，没有路啊，小姐啊，你搞得好像自己蛮多路可走，搞得半天你的路就是所谓的160我丢了，这是你的路，我的妈呀！我还是有很多路的，因为我南京那边有个局，他也是愿意让我过去的。那你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出结果了，有什么区别？这边的团队很难带，然后资金，我的妈呀，你把我急死了，真的是。你们到底，我跟你讲啊，就你们这个天跟我一聊啊，我都不明白了，就是这你们是咋子做事业？我看不懂了，我真的看不懂了。前脚跟我在聊我是去做事业还是下来生孩子的问题，后脚又开始跟我聊我这个事业不干了，我是不是干别的事业的问题？你到底在跟我聊什么呀？我的天哪！反正就是这事儿干得太累了，不想干了，是吧？干得太累了，不想干了。总而言之，就是说来说去，就是这事儿干得太累了，不想干了。你现在这个局跑了，到别的局还是生不了娃，主核心问题没有改变呐。主核心问题没有改变，你把一个已经0到1搞完了这个事儿不搞了，又去做个0到1。我天哪，我真的是服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这怎么可以混乱成这样的？有的时候啊，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一定要有那种破釜沉舟的精神。你在做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这个事业只要出了一点点小结果了，那么你必须一头给我栽进去搞，你才有可能真的把它搞成。做一个独立盘哪那么容易呀？做一个独立盘哪那么容易呀？你今天这个独立盘，你从0到1好不容易弄起来了，你1到100它很难，你到另外一个独立盘，你0到1起来还是很难，你到了那个卡点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因为你就是这个盘的 leader， 你就是整个这个盘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一个最高位置的人呐。你到哪一个事业版图里头，你这个问题不得重现一遍？盘娃就简单了，盘完了你跟一个男的不也是0到1？你任何一个独立盘你要面临的问题它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盘说我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个环节变得非常的 easy， 然后就起飞，那怎么可能呢？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前面有我有一个项目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项目啊，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点点的正向反馈，但是我看到一点点正向反馈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项目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它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很多你的合作方他不受控，然后呢交付水平不受控，然后你的核心的这些管理层的人不受控，他各个点位的这个问题它就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前面你看到了，已经明明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它有正向的结果，但是后面的这些问题1、2、3、4、5展现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下子堆在你面前焦头烂额。但是我跟你们讲，人呢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他们说的这个第一性原理，知道吗？在我看来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在我看来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产生利润，这个就是我看的第一性原理。
这个事儿如果不能产生利润，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扯淡。但是这个事儿如果可以产生利润，我已经明白了这个事儿能产生利润，那么我就不顾一切的我要把里边所有的1、2、3、4问题逐一解决掉，无非就是花时间嘛，对不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盘嘛，是吧？合作方的问题，合作方不受控，合作方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对吧？管理人员不受控，管理人员的问题我怎么解决？交付水平不受控，交付水平问题我怎么解决？它就是你一个问题、2个问题、3个问题，它必须得1、2、3、4、5全部给它解决掉，你这个事儿才能就往下推呀，对不对？你前面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项目盈不盈利呀，你一个项目已经盈利了，然后又因为人好难招啊，人好难管的，这个合作方好他妈难搞啊，这个时候你去打退堂鼓，你这个事儿那不扯了吗？那肯定拿不到结果了呀，对不对？有些人他搞得很就是有些人他没有搞明白这个事，他最核心的点在哪？一个是他最核心的点并不是在于说，哎呀，我今天跟哪些人在搞，知道吗？我跟哪些人在搞？哎，我是哪几个关系在搞？那根本不是。我告诉你们，在商业里头啊，我觉得在商业里面，它只有一个点叫第一性的，在商业里面唯一的第一性就叫做利润，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第一性啊。对吧？这个东西它只要有利润产生，所有的东西都可协调、可更改。如果一个东西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利润在哪里，这个事情就是有严重问题。因为利润不知道在哪里，你把所有的这1、2、3、4、5的全盘起来了，最后你还是不知道利润在哪里。你这个盘子不就散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姑娘说白了，她的0到1是我认为她已经在这个项目当中看到利润了。结果他现在因为其他的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可替换的东西打退堂鼓，那怎么能行呢？你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那些东西它都会呈现的呀。每一个项目当中都会出现人员架构的问题、交付水平的问题，是吧？质量的问题、客诉的问题，所有的项目当中关系的问题都会有，但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盈利的。哎妈呀，累了，不讲了，不讲商业了。那一跟你们只讲商业，讲得我一头的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不能讲，哎呀，每次都忘。来，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啊。我们的直播是游击战直播，很有可能下一场就不知道在哪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好吧？来下一个。哎呀，我好热呀，给我把空调开一点吧。那个谁，帮我空调开一点点冷气，我太热了。我让那个谁开吗 ？Hello， 你好。喂。哎，你好，你说。Hello， 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切出去。你切出去我就听不到了，亲爱的，切出去不可以啊！你们一切出去我就听不到了。开一点点啊，开最小风，开一点啊。Hello， 你好，开24度。Hello， 你好。Love 什么东西的？说话。Love 什么什么事？哎，又挂了。来下一个。哎，能听到？哎，可以。我刚才我有。你说。哦，好的。我那个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我是今年25岁，然后我在香港工作，然后我这个行业是也就法律行业，然后我是法律硕士，然后我现在年收入大概是50W，然后我工作了2年半，然后加爸妈支持，现在是攒了大概100W 左右。然后软实力方面呢，我是你声音大一点，亲爱的，你声音太小了啊，你声音太轻了。好，那我靠近一点。然后颜值的话，我大概是6分吧，就是甜妹。但我身高就110，
然后性格比较好，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情感经历也比较丰富，然后跟理工男相处的话，我一般就是一搞一个准，然后能够迅速拿下。然后性格来说的话，就是我从小就就是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性格，但是我的基本盘有一个问题是，我是在深圳长大的，但是我爸妈他们比较开明，也很能支持我去读书，他们没什么负担，有社保，但是他们的没有什么积累，因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全是错的，谈吐格局通通都不行。我家里面其实只有一套深圳的小产权老破小，所以跟我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可能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我在香港是就是比较光鲜亮丽，就是中环丽人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在的话，我是遇到了一个就是男嘉宾吧，然后他是在读 PhD， 他家里应该是属于就是小苹果吧，就是厅级的。然后他们家资产的话，应该是大概是八位数吧，但具体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们家就是买个之前他刚工作的爸妈就给他准备了一套1000W 的房产，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现在的话，我的打算是我的100万的 W 的这个存款是打算拿来读书加移民的，因为我一直都是把 HK 当跳板，然后打算之后去美国再读个法律博士，然后在美国做律师。然后我是打算去加州，因为加州的话，男多女少，我觉得在那边就应该也能找到比较好的，然后也可以婚绿。然后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该不该和现在的这个男嘉宾就是结婚？跟他结婚的话呢，就是我会有比较好的这个物质保障嘛，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物质保障我还有个弟弟，然后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成本，这个事情该不该去做，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啊，然后我是可以结，应该一个个问吗？可以结，因为结了对你来说有什么损失吗？就我结了的话，我就没有，我就不能婚绿了。什么？就我结了之后去美国，我就不能婚绿了。你就不能啥？就不能婚绿了？你想要吗？就是我就不能。我想留在那边。你想留在那边？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那边找了？就是他也愿意跟我去，但是就未来变动比较大。就是说他要跟你一起去的话，你们2个人都没有身份，对吧？对。但是你是非常想要拿美国身份吗？对。那你还说啥？如果是你多大了？我25。那你还早嘛？既然这样的话，你这么想拿美国呢，那你就不要思考了什么结不结这个婚的问题了，那没有思考余地都。但是因为我就是家境不是很好嘛，所以我就在想，就是会不会就想有一些物质保障。你可以继续跟他谈恋爱呀，你就先去呗。你这个物质保障没有用，因为你这个物质保障它不能让你拿到你最想要拿的那个东西。你所谓的这个物质保障，它也就是让你的生活稍微轻松那么一点点。你都说了你很会谈恋爱，你很能搞定理工科的男生，那你到了那边你一样的才可以找到一个能够给予你一定的支持的。这样子。但是就是我要过去念书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比较长远嘛。哪里长远呢？怎么长远了？我可能要过1年多再过去吧。对啊，也没让你现在跟他分，谈你的呗。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不要让我爸妈搬个家？就是我前一个男朋友，就是去我家的时候，就他看到我，就本来我们关系是挺好，但是他去我家之后，发现我家就是那种老破小，然后这样吧，如果你要去美国，你想要留在美国，那么现在你爸妈住什么房子，这就不重要了，这就完全不重要了。对，你所有的重要性是来源于你现在要在这边找人结婚。
如果你在这边现在不找人结婚，你1年以后一定要去那边，而且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那边，那是短期之内，可能小几年之内，你都不会受到所谓的你家里这个老破小给你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想上这个台阶的，就一台阶一个个上嘛。什么台阶？想上这个台阶。你想上什么台阶？就是跟他结婚这个台阶。跟他结婚是这样，你能不能放弃说拿美国身份？你跟人家结婚，人家的家里的势力都在这边，要做事儿干嘛？他不想留在这，他也是想跑，只是他没有决定他要跑的国家，他想跑澳洲多一点，我想跑美国多一点，就这样。那你能说服他吗？反正他们家有这个经济实力，能让他留在美国吧？我觉得，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因为现在美国其实非常难留。是这样的啊，我们的任何东西呢，它不可能既要又要的，你明白吧？它都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拿的。你所谓的想要上一个台阶，你也是要也是需要借助于他们家的势力也好呀，经济条件也好呀，对吧？搞点事儿啊，干嘛的，最后要出结果的，对不对？要不然你这个台阶到底是往哪儿子上呢？我倒觉得你跟这个男孩一块儿去美国这件事儿，其实对于你上台阶来说，就是意义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好的。那比如说，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确实就没有什么安全感，就是我还是想找一个就是能给我一些物质安全感的人。这个男生，你的2条路是这样的，第一条路是跟这个男生结婚，他也能给你物质安全感，然后呢，你们再基于国内的一些发展，然后看一看未来能不能把事业往上再拖一拖。美国的事儿就不想了，起码暂时不要想，这小几年之内就不要想这个事儿，这是一条路。要不然就是但是我们2个都不想留在国内，就是我们2个都是就是一定要跑路。你听我说啊，想不想留在国内跟是不是一定会留在美国，它是2件事吧？对的，这是不确定性的事儿吧？我们不能把不确定性的事儿变成我的预期吧？是的，把不确定的事儿变成我的预期，预期碎了，我不是很难受吗？我肯定是，我现在所有的这些动作，包括我做自己的心理建设，我一定是基于现阶段的事实。是的，你可以往那方向努力，但是努力归努力，它不代表一定会发生。那就是我们2个都是一定要往外跑的，只是不知道现在去哪个国家。然后比如说我愿意就是去澳洲，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可以去跟他结这个婚？可以啊，你去不去澳洲？你如果无所谓去哪里，你当然可以跟他结婚呢，有什么影响呢？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觉得这个婚可结啊。那我说我要不要让我爸妈搬家呢？因为我们家就是条件就是楼下脏乱差，然后就是旁边的素质很低那种。搬，如果要结婚，这个家就要搬。我也觉得，就是我想让他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然后去另外弄一个去住一个更好的房子。是的，然后，如果我想让他就是加我名字，就是我想让他在他的房本上加我名字的话，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提呢？就他现在已经跟我说，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就各方面都非常和谐，就共鸣很强，就我们经常可以通宵聊天，然后反正各方面都还可以。你们通宵聊天的时候这句话都提不出来吗？这聊着这话不就出来了？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提，就是他其实已经跟我说了，他知道我缺乏物质安全，他说他愿意给我。对啊，然后他说就是你说我们2个人结婚第一件事，首先就是你房本要写我名字啊。你就是说嘛，如果被拒绝的话，那更简单了。如果被拒绝了，你直接放弃，直接想着去美国的事儿，行动推动决策更快。好的，好吧，好，拜拜，谢谢徐徐，拜拜。哎，搬家很正常。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出嫁的时候不是都从那个星级酒店里头出嫁吗？有些就是小地方上来的女孩，小地方到大城市的女孩，然后呢，她们嫁的还不错的，她们就不要人家去她那个家里接亲，然后人家都是
临时搞那种高档酒店，知道吧？我跟你讲，有些事儿是这样的，不看到跟看到它的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有些时候吧，你们觉得，哎呀，其实他家里条件一般一般也没事儿，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平常你没有感知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在你的想象当中，你会觉得人家家里条件再怎么差，他也就是说他还不是属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会这么想这个问题，你会觉得那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本质的这个善良，它还是会让你引发出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当你真正到了实地去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地方很乱呐，然后呢，他们家又很破呀，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又是根据当下的那个场景衍生出来的，觉得完了，这以后他们家不得让我管呢，是吧？那我不还得给他父母找地方啊？哎呀，有个弟弟，我还不得给他弟弟贴钱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就跟前面不一样了，这就是视觉上的冲击力。所以说有些东西如果不好，没有必要展现，能不展现就不要展现了，要不然会影响最终的大局的，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如果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的宝宝，一定要找到我们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琪琪姐，学习老师，听得见吗？听得到，你说。是这样的，我的基本盘是这样子的，围城内目前在上海1线城市，男36岁，我目前28岁，然后生一女，去年结婚的，生孩子，现任呢有一个前妻，女7岁，是跟着前妻，老公是上海人，房子加总资产的话在1500个左右。我是因为在他们家公司上班，看着他爸的实力更光环了。他爸是早年跟他妈妈扯了快乐证，然后跟现任的话有个女儿20岁，后婆婆呢是小 C 上位的，但是们也是白手起家。现在妈妈那个现任的爸爸大概固定资产有10个小目标左右。然后我结完婚后发现，其实他就是公公对儿子这边没有实际的帮助，只是工作岗位1年大概赚个几10个左右的，他们是家装建材这一装修的。对，我呢是目前还没有工作，因为去年生了娃，然后还没有工作，但是我现在在学习财务，因为不知道这个路径对不对。对，就是我还在想，为什么公公就是比较有钱有势力，为什么就是没那么帮儿子呢？哪怕在市区买套房千把万左右，他都没有这个想法。理解，或者说以后会帮儿子，或者能自己什么。你刚刚说的话我没听见，你说为什么不帮儿子在市区买套房？后面说啥了？或者就是以后能不能帮助到儿子，或者继承一些什么？就是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目前工作岗位上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去赚米的。你俩结婚多久了？我去年因为疫情带球，然后怀孕了。就去年你是带球结的这个婚是吧？对。那你说你在你这个公公婆婆眼里是个啥人设？其实，之前我们谈恋爱谈了大概2年，他公婆是知道我的，但是也没有阻拦，但是也没有很奉劝，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就现在在一起。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工作，在他们这个公司，我是想学财务，然后进入了他们公司。你觉得这个规划可以吗？可以啊，就你学财务，他们能让你进他们公司吗？公公之前提了一嘴，然后我就去学了，但是现在又没提。你是我们金贵的学员是吧？对。你之前跟这个男的在一块，你有拿到什么物质结果吗？物质结果，他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大概也就花了小几十个，但是结完婚之后，他给了我手上400个米，就是基本上家里的大部分资金都在我手上，就是房产因为没办法，就是现在转到我这里。我觉得已经可以了。男的付出意识。我跟你讲，这男的呢，还是属于是傻白甜2代，这一类型的。有一点。所以我告诉你，他爸不给他，那太正常了。
他爸太了解他是个什么尿性了，知道吧？他怎么可能给呢？他明知道，对不对？这种男的，他手又松，他都往女的那儿送，完了以后跟你2个人，哎呀，又是搞什么带球，然后才结的这个婚。这人家要是能啊，夸夸夸的给你们给，那是属于脑子有坑才那么干的。那我现在也是不能跟他结婚生孩，那个结婚过日子的，因为他这边没有女娃，包括我们这边他前面一个跟我现任都是女孩子，我还是有点想生2胎的准备。不是，你有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不在这个事件里面起决定性作用，对不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反正呢，老人呢，他要说真的到了最后一步分啊，那肯定会分给他儿子，这个是100%。但是他没到那个份儿上，他也不会拿着他的米就夸夸夸的出来就给你们，这是不现实的。你跟你公公婆婆关系怎么样？我婆婆是这样子，她虽然表面上是那种吃斋念佛5年，但我觉得还是内心是那种就是核心利益不能碰的那种，嘴上真的是满嘴仁义道德吃斋念佛。我问你跟他俩关系怎么样？你跟我扯别人干什么？我对公婆还是就是怎么讲呢？又相当于就是取悦他们吧，就是逢年过节的，我是礼品什么样样都会给的，都会去送的。你这个婆婆是个厚婆婆对吧？对。反正呢，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你要是跟你这个厚婆婆比谁算得赢谁，你肯定算不赢人家。这个是100%的。这不是请到您来了吗？不是的，不是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不是你找的你公公。你又不是你公公的老婆，这是米在谁那儿？米在公公那儿，又不在你老公这儿。你要搞明白谁大小王啊？人家你算不过那是必须的，因为人家本身人家是夫妻，而且人家已经是后婆婆了。这不是说你跟他2个人怎么，这没有意义的呀。你说这要是个亲婆婆嘛，那还这个事儿还有的一聊，连亲婆婆都不是，你这事怎么聊？聊不了吗？那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聊不了的，你聊不了的，因为所有的但凡是这个公公要把任何的财物往你们这边做转的时候，这个婆婆都会给他否决掉的，所以说你不用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也是这个。对呀，你这是属于动的这个歪脑子，我就建议你就别想了。你说你去他们家做，我觉得你是这样，你要是说能够有一点什么业务口的事儿干一干，这个米呢也就能往你们这边倒，对不对？因为你们做公司，如果说能够做到他们家的上下游的公司，那这个利润它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但是你要是说做财务呢，除非你是为了拿人家把柄，如果你不是为了拿人家把柄，其实财务这个事儿吧，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价值。那是因为公公不知道画饼干嘛的，他说他以后退休了，因为他女儿在英国也是没心接管这个家政公司，因为太繁太杂了。他说以后的公司还是要让你们去守着，就是意思我老公是做营销管理单位，我大概是财务这样子。他提过一嘴，去年我已经跟你说了，只要人家的老两口还身体倍儿棒，你就别动这个心思，没有用。我不是要很多，就哪怕就是千儿万把的那种房子啊。大姐啊，我告诉你，这要不是因为你老公手上原来有400个 W， 我告诉你，如果他手上没有，你今年1分都没有。什么叫我也没要很多，1800万就可以了。你这个400万那是你老公他的私房钱，他要是没有这个私房钱，你1分都抠不出来。对，还1800万不是事儿，你真是会聊天。真的是，人家早这家里都改姓了，真的是。那如果我比如说你对我生2胎的建议呢？2胎我其实是有一点不敢生，是因为我老公他身体不太健康，比较胖，目前有小痰，然后中度的脂膜炎。你们家的这个经济大权，它是在你的公婆手上的，公公跟后婆婆这么聊。而且我告诉你，能够从外援上到这个位子的婆婆，她一定是能够把这个经济的命脉卡住的。我告诉你，所以说你明白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你就不要动这个脑子。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亲婆婆，你可以拿着生2胎、生3胎这个事儿去跟人谈判。问题是，她是个外面的婆婆，她巴不得你一个都没有，你拿这个东西，你连谈判空间都没有，你这脑子动了个什么呢？对不对？没有意义的事儿。
那你如果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我说了呀，你想一想业务口的脑子，对吧？人家家里有没有什么业务口的事儿，你可以去参与，做一做，接触他们家的大客户，这个是可以的。大甲方、大客户、大关系这些东西，如果能往你自己手上扒了，那么你对于他们企业未来的这个生死存亡呢，多多少少还起了一点作用。如果你只是干个财务，你的可替代性非常的强，而且干财务你最终其实只是为了拿到他们的一些所谓的核心的命脉的这种把柄跟证据。但是这种东西说白了，你如果不是不想跟你老公扯快乐证，这事都用不上，这东西都用不上啊。哎，那我还这一心扑在学财务上面呢。财务我跟你说了嘛，它挂钩经济结果不大啊。那我还在想，为什么？因为我老家可能是安徽的，我们那边可是有一点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在上海这边，他这位公公就没有呢？大姐，哪个城市都一样，有了后婆婆还讲什么男的女的？你当人家女的都吃，人家都吃素的吗？真是的啊！你这可是外援顶上去的后婆婆，你当人家吃素的，这跟你什么男的女的有毛关系啊？哦，那行，那我就是该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就你说的那个上下有关系。对的，好吧，就这样啊。好的，好，谢谢。人家后婆婆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家那些东西呢，还什么千八百万，不是千八百万能够绕过后婆婆拿出来吗？难吧？这个千八百万能不能绕过后婆婆拿出来？太难了吧，开玩笑。而且你这个后婆婆都不是正经上去的，这个后婆婆还是外援上去的，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人家一生就是吃瓷镜这碗饭，一生吃瓷镜这碗饭，你要明白呀。人家在瓷镜这个口子上妥妥专业选手，来我们这当导师不为过，对不对？你还想动这脑子？再说了，男的，我告诉你们，男人对自己的孩子啊，本质上来讲，他是没有内重所谓的感情的。我跟你说，男人的感情都是跟着他的那个走的，你知道吧？男人所有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老婆换了，那他对于孩子的感情马上就会发生更改，你知道有多少爹爹，多少老爹爹，那个老了的时候就巴不得把自己的钱呐、房子啊都给自己的保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那是为什么？对不对？人到最后他讲的是个体验感，是消费体验问题，对不对？你能给他什么消费体验呢？对吧？那小孩嘛，天天在他面前，哎呀，争这争那的，然后呢闹心啊，烦死人了的，上蹿下跳的，他搞得蛮烦。但是呢，他旁边的女的嘛，每天可以给他捶肩膀、捶腿，对吧？捏脑袋，是不是？那讲的就是个服务体验。你们觉得有那个什么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就怎么样？血缘关系，他还没糊涂的时候，对吧？他还身体倍儿棒，他不需要别人照顾他的时候，他可以跟你讲这个。他真正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他不就是想有人照顾他，有人把他伺候明白，对不对？你想通啊！你以为这个时候你儿子怎么了？儿子了不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如果怕走丢、怕找不到曲曲直播啊，怕错过曲曲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告诉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大本营。我刚说你看那个谁呀？你看那个大刘，被那个甘比拿捏的死死的，对不对？你看他对甘比，是吧？是不是拿捏的死死的？那说白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把他照顾的好嘛，对吧？把他照顾的方方面面的没话说呀，是吧？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估计这个大刘啊，他很多很多的这个财产实际上都已经是划到甘比名下的，他已经都不涉及遗产部分了，知道吗？我估计是这样的。
大刘他现在就要把甘比的大腿抱死，他生怕得罪他，你信吗？你看每次出点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每次出点什么新闻，大刘他就要开新闻发布会辟谣。你见过哪个富豪像这样的呀？对吧？上一次是有人传说什么，是传说什么呀？说他又给了他那个前妻还是什么，给了多少个亿吧？说他们2个人会面，说又给他多少个亿干嘛？他马上开新闻发布会，是吧？就说没有这个事儿啊，没有这个事儿，对不对？结果这一次他说什么，他是不是又改遗嘱了呀？什么让甘比什么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呀？又把什么遗嘱什么都改成他儿子了，改成他前妻了，他又马上跳出来开新闻发布会。你看他干嘛？每次跳出来发新闻发布会，为了辟谣啊？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很多的大头他已经滑那儿去了，已经事成定局了。他现在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这个人在他边上伺候他，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给他平稳度过，知道吗？不，我跟你说，都是大家就是胡说八道，知道吧？都是大家在就是想唱衰甘比嘛，很多人想唱衰甘比，而且因为大刘他的这个过去的感情线比较复杂，孩子啊什么的，以前的前任啊，这个那个的呀，其实多多少少的都喜欢在那边搞事儿。搞事儿的目的在于什么？搞事的目的在于挑拨离间嘛，离间计嘛，对吧？搞事的目的是为了大刘在家里跟甘比2个人干架，对不对？让甘比跟他干架，这个是搞事的目的啊。所以说为什么大刘他每一次他第一时间冲出来，他是辟谣，他不能让你们这些人是吧随了你们的愿了，因为他害怕呢。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对不对？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能听到吗？哎，可以，你说。就是，我想挽回前男友。然后我的基本盘是今年25，年收入你声音要大一点啊，我们太轻了。年收入大概100个 W， 然后本科学历，男方是28，家里大集团，资产大概20-30个小目标吧。然后在南方某省会城市，然后我们在一起5年，5、6年吧，一直在一个城市。然后最后半年因为异地分开了。然后因为我家里的事情，我回了我的城市。然后他这几年就是付出很多，然后比我亲人对我都好，甚至有时候就是特别纵容。然后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我会离开他，所以一直想入围城，但是我没有明确答应。然后他在跟我异地的期间认识了一个女生，对他特别好，然后他就跟我提了分手，然后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然后后来我去他的城市找过他，但是他态度非常坚决，就是完全变了个人。现在我们分开1年了，但是他的朋友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还是我，然后所以我想挽回。你前面的挽回动作都做过哪些？前面我打过一个电话，见过1次面。没了？没有。没发消息？没有发消息什么的吗？联系方式全都拉黑了。就是他把你拉黑了，所以你们也没有再加回来。你有各种申请验证都没有？没有。你有做这个动作吗？我没有，但是我去找过他了，因为后来他把我拉黑了之后，我直接去他城市找他了。你找了他1次？就是找了1次，但是他跟我说他有女朋友了。然后你不是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你老跟我但是什么呢？你但什么是？你是为了说明你当时就是为什么就只找他1次，还怎么着？你那个但是想表达什么？我们当时聊了很多，就是他的态度我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挽回不了当时那个态度。你觉得你做的够多吗，小姐呀？如果你想挽回的话，你有真的做到足够多吗？
但是他不跟我就是单独待在一起，他会带着。你就那一次，对不对？对。那还说什么呢？你就那一次，人家对你的好什么的，就只值你就干这么一次呗，对不对？你对人家对于你的重要性就只值那一回呗。不是，当然不是，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沟通。就是现在已经到这儿了，你有没有明白？就是你做的动作并远远不够。真的吗？不管别人接不接受你，你的动作做到极致了吗？你让别人充分的感受到说你的那个决心态度，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让人感知到。你说我找了他呀，找了呀，但是他态度很坚决呀，那我还说啥呢？然后呢，那你过了1年又有什么改变呢？你过了1年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是很坚决啊，他还是把你拉黑的状态呀，他没把你放出来呀，那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挂了呗。我还是想找他。那你找呀。他不见我，就很抗拒，非常抗拒。你通过什么方式找了？就是联系他的朋友啊。联系他的朋友？怎么说的呢？就说我想找他，想跟他和好。然后呢，他朋友怎么跟你说的？我朋友说他朋友跟他联系了，就是不行，这是还是以前那个态度，还是1年前那个态度。哎呀，我不知道我怎么跟你们表达，就是说你们是这样子的，要你呀让别人给你付出的时候啊，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然后呢，在这个关系结束以后啊，你一找人家就指望人家立刻就回头，就是人家如果没有立刻就回头，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哎算了没什么可干的了。就你的态度，那个人他是感知的一清二楚的。我明白，但是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怎么去。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是吧？有，就换着号码打是吗？你有他的电话号码，你给他发消息现在是收不到的是吗？对。然后微信是就是这些东西是拉黑的。然后呢，他没有把你放出来过，你也没有用别的电话号码给他打过，对吧？用过一个，但是还是那啥了，就是那会儿找他的时候，在那段时间。这样吧，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东西了，反正掰扯了你也犟在那儿。我觉得呢，你要不然呢可以试一下1v1，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尝试联系对方。首先是可以用陌生的号码发消息，但是这个发消息呢里边是不涉及到任何的挽回内容的。这种发消息只是看我如果给他发一些，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呀，或者说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呢我有做了些什么事儿啊，我发生了哪些变化呀，或者说我在回忆我们2个人当时在一起1、2、3、4、5怎么回事啊，我就觉得一直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最好啊，就是表达一些这样的东西，看看他会不会把你发消息的号码拉黑。如果说他没有把你发消息的号码拉黑，他应该会，据我的了解，那咱们就挂了呗，那问啥呢？我就怕他你给他下蛊。我是想当面，就是不好吗？这样凭啥呀？人家凭啥见你啊，大姐？你说见就见。哦，对了，他就是我的东西还有在他那儿的，没有给我，一直不给。不是你想表达什么？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见面？我觉得见面好沟通一些。你能沟通啥呀？你上次不让你见了吗？你沟通出来个啥了？有结果吗？没有。不是，你明不明白对方已经把你甩了这件事儿？明白。对方已经把你甩了，所以说呢，你想见就见，你打电话必须接，你想要的双向回应，他就必须得双向回应，我就不能做单向动作，单向无回应的动作我不能做。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单向无回应动作？单向无回应动作就是对对方来说没有任何压力的，不需要他做出决策的，不需要他受到你的影响的，只是你单方面的。你有这样的事儿吗？有这样的动作吗？因为这种动作才能表达诚意。就是你怎么，因为他会觉得起码你在付出吧。凭什么你要见面，我就要跟你见？等于说你花了这个时间，我就得花这个时间；你投入这个精力，我就得投入相等的精力。你打了一个电话，我必须接你的；你说了话，我必须回答你。这就是你有单向，你懂吗？就是说单向动作，单向动作是在于这个事儿我干我的，跟你没关系。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事儿，但是起码我认为我的这种单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就算最后没有结果，我无怨无悔。对于你来说，你也不用因为我的动作产生任何压力，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这个才叫诚意。我就怕是没用，那就不要做了嘛，下一位了呀，怕，那肯定就是下一位了呀。你怕没用，你总不能指着他来找你吧？你不能指着他来找你吧？对，主要是他现在也有那个新的，不是，那就别挽回了呀。那挽回什么呢？你一下子说他有，一下子说这，一下子说那，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因为有这事，所以说你是想让我劝你别挽回了吗？不，我是想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他比较能接受。单向沟通吗？人家可以不接受，你思维就有问题，他为啥要接受啊？他为啥要接受啊？他可以不接受啊。如果你不能做单向的不需要回应的动作，那么我就建议你下一位，这件事就翻篇了啊。好吧。好，我努力一下，谢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世界上啊，不是人家呀，不是一只瓜，是吧？哎，我想这么拧，我就这么拧；我想那么拧，我就那么拧，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挽回的本质在于降低自尊。知道吗？没有说叫高自尊挽回，是吧？你们这是想高自尊挽回，凭什么？是凭什么？人家已经放弃你了，人家已经跟你了断了，人家已经不想跟你在一块儿了，然后呢，你还要高高在上。挽回的本质就在于降低自尊，而且是不断降低自尊，知道吗？不断降低自尊的过程当中，然后博得对方给予的一点点机会和结果，这个就是挽回啊。针对于人家曾经对你很好，是吧？然后呢，因为你1、2、3、4、5的作呀，或者不珍惜啊，人家把你甩了，说白了把你甩了。针对于这样的关系，一定是降低自尊做挽回的，因为这段关系当初丧失的本质就是因为你太高高在上了呀，对不对？我跟你们说，上一场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了的，就是挽回其实是需要打破对方的预期的，打破预期。如果原来在你们的关系里，你是一直低姿态的，一直都是很舔的，一直都是很那个的，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拜拜了，打破预期叫什么？打破预期就是我不再找你了，我说断就断，然后我立刻就开始了新的生活，立刻找到了新的人，这个就叫打破对方的预期。因为在对方眼里，原来你是一个可以他随叫随到的，是吧？挥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或者说他认为他的价值很高，
你不可能找到跟他同等价值的或者比他价值更高的，那么你的一线生机就来源于，首先打破对方预期，就是完全要做出对方意料之外的动作。对方意料之外的动作就是我的生活依然很美好，依然很精彩，而且我马上可以找到跟你同等价值甚至于高于你价值的人，这个是你唯一的机会。但是如果调转呢，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你一直都是很牛的啊。这个男的呢，他对你一直都很舔，一直都很付出，一直都很忍让。但是当有一天这个弦崩了，是吧？你本来是高位，这个男的是在低位的，这个时候的崩掉，你要做的是什么？同样的也是打破预期。这个时候的打破预期，就是要让他觉得你完完全全不再是以前那个高高在上的人了，你完完全全的从那个高位上面走下来了，你完完全全的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人是值得你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守护的，去尊重的，去回馈的，对吧？这个就是你的打破预期。但是这个打破预期怎么着？你觉得你打破预期了吗？原来我不找他的，我先找他了呀，他还要怎么样呢？是吧？我跟他见面了，他还要怎么样呢？我都让他朋友找到了，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怎么样？你还不得了？你说你看似好像找了他，你看似好像也跟他见着这个面了，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你并没有从你那个仙女的位置上面走下来，对不对？你并没有在降低自尊呐，你还是认为只要我勾勾手指头你就得回头啊，这个才是你们当时那个动作。为什么你们的动作浅尝即止？你浅尝即止的本质是因为你认为我给你脸了，你还不要还是怎么着？那在对方眼里，他看到的这个局面就是这样的，对吧？我已经舔了你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呢，到最后挽回的时候，你也只是想做出这么一点点的动作，你就想让我又舔回来，凭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是要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做，一点一点的去降低自尊，然后一点一点的融化对方，然后让对方觉得你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讲啊，他这个是属于错过了最佳挽回时间，知道吧？他1年之前，如果那个时候你找到我，我可以这么跟你说，这种关系的挽回是100%，知道吗？在我们处理这种关系的挽回，就这个男的在这个关系里他已经投入了很多，付出了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是因为你不给他一个结婚的结果，所以才找别人的。这种关系的挽回概率是100%，只要你这个降自尊的时间足够长，而且你能够忍，你能够放平心态，能够只去付出不求回报，这个基本上过不了2个月，就是这个事儿过不了2个月，但是你至少得有2个月，对吧？你连2个月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让别人回头啊？你能做2个月的这种只付出不回报的这种状态，而且不求任何回应的状态，而且对方不给任何回应，对，甚至于对方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你不波动，如果你能做到这种事情，它是100%的啊。来下一个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没有进入我们首页粉丝群的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终于到我，听得见吗？听得到，你说。OK， 然后刚才那几个姐妹都比较问题比较那个，我来点欢乐的吧。就是我这个是也是稀巴烂的关系，就是我的基本盘是33，然后基金行业的小苹果，然后单身，然后年收入是40，然后本科和硕士呢都是欧洲念的，然后国内超一线是有公寓，因为我目前还没有买房的资格，然后欧洲是有房有车有绿卡，然后长得也还不错吧，然后170 55公斤，然后之前呢就是我的问题是我和男嘉宾，然后他是资产10个亿左右，然后大我20岁，然后非常也是大方的男生，然后会主动给，然后我们是欧洲认识的，然后我后来是在欧洲工作学习了10年之后，就是2021年左右的时候回国之后呢，他主动联系我，当时我也不懂得怎么和男嘉宾交往，然后也不认识您，然后我当时就是又卑又亢，然后站着要，反正就是也没拿到什么大结果，然
然后但是他还是大方的，就是我们见面非常少，然后也是我零零总总算起来吧，也是有30-50。然后我就站着要，然后再加上10点半那时候也不和谐就断了，因为不是他的原因啊，10点半是因为我当时有易某玉的这个证，然后现在呢又联系上了，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我那个易某玉的证好了嘛，然后就发现10点半现在是非常和谐，然后我也是跟着去学会了这个温柔2字，然后就是但是总感觉就是我和他不够亲密，然后昨天比如说我们一起就他邀请我打台球，然后没有送我回家什么的，反正让我自己打车回了，然后我就有点不太爽，但是我脸上是笑容的啊，然后他也不太喜欢我化妆，他特别喜欢我素颜，然后我就是想请教您说怎么和这个男嘉宾，然后是个关系升温，然后比如说他是比如说做这个能源生意的，然后我帮他翻译过几次英文的合同啊，他也都很满意，然后其实我是希望他能给我大额付出，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带我做一些生意啊，结交人脉呀之类的。就是我想知道啊，就比如说像你说他什么没送你回去的时候，你们俩他为什么不送你回去？然后你当时之间跟他有对话吗？就这个事儿。因为他那天是他没有开车，是他打电话让他司机从家里来的，然后因为他那个司机，因为他是围城内嘛，所以他那个司机就是都觉得他特别的正直，就是可能也不太能让知道有别的关系这种。那这种情况下你生啥气呀？你是这种关系，你生什么气呀？我没生气，我就是内心就是有一点小不爽，但是也不重要，而且我没有挂脸子啊，我就听你的话，我时刻保持微笑，时刻保持就是开心快乐啊。你平时你跟他交流的状态当中，你觉得你们平时的交流啊，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当中，你觉得是那种很黏糊的状态，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相敬如宾的状态？相敬如宾，因为我们见面时间也比较少，他也忙，然后我也忙，就他非常忙，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打电话特别频繁，可能每20分钟就有一个业务上的电话来找他，然后我感觉就是我现在已经改了很多，我开始说软话，然后就是也开始哄他什么的，反正之前就站着要又背又抗更恶心。就是这样的，因为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两个人的关系要往那种状态上面转，就是你们得从这种相敬如宾的状态变成那种很黏糊的状态，起码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东西你是需要去打破它的，就是你不能总是抱着一个让这个男的一直站在神坛上面，这个是不行的。你说话呀干嘛的，你的攻击性需要更强一点，但是呢是那种撒娇的攻击性语言，而不是那种强势的攻击性语言，知道吗？调侃性的那种东西，甚至于更带点颜色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你的攻击性要有，如果你没有这种攻击性的话，这个人他是永远不会被你拉下神坛的。我明白。然后那比如说我们这周末见面的话，你觉得我要不要就是准备炸裂一点的10点半的服装？我觉得不是服装的问题，是首先从你的语言上面，知道吧？你要慢慢的找感觉，就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一下子我给你搞个大变活人，不是，你也不是搞杂耍的，它本来就是个长期关系，这个长期关系当中是要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你的方式方法去渗透的。其实你啊，反正你们这个关系还算比较稳定，知道吧？我觉得你不要慌张，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些网上的一些网友啊，练练手。你要找那种就是真的能够跟别人讲话很黏糊呀，然后没大没小的呀，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种感觉。你要把那个语言状态找到，然后慢慢一点一点的用在他身上。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是金融行业，然后我之前的那个大领导，然后我们关系就挺好的，然后我就能和他就是那种调侃什么，但是我就一遇到就是我这个男嘉宾，我就尬在那儿了，我不知道为啥。那也不一样，你跟你那个领导调侃跟这种调侃它是不一样的，这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调侃，跟那种调侃不一样。也对，就是说你的尺度得大，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尺度得大起来，你能挑逗到对方，就直接性的用语言能挑逗到对方。那你觉得我需要1v1吗？我觉得你可以1v1，但是你1v1的话，因为你们平常肯定是不怎么发消息的，对吧？对，他真的非常忙。所以我说你的1v1的话，可能
更多的时候可能你可以用一些网友来练手，可以去1v1。你对这个人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是面对面的。面对面的时候，你要直接那个胆子要大的话，其实他是通过首先是在线上你能找到这种感觉，然后才能渗透到生活当中去的。而不是你的1v1不是说直接针对这个男的，知道吧？你的1v1其实是为了让你自己练手，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练手。行，我大概明白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替我的亲妹妹问的，然后就是她交往了一个男生，就是我亲妹妹比我小2岁，然后也30了，然后她交往了一个男的，就3个多月了，也没有拉手，也没有亲亲抱抱举高高，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就是有病，然后就是大家都劝他分。然后呢？他也觉得好像有点毛病，因为就是认识3个月，然后每周都见面，没有亲亲抱抱举高高，任何这种亲密的。而且我老妹儿长得挺好看的。多大？两个人多大？一个30，一个36。男的36啊？对。那还问啥呀？都36了。对吧？再不亲都皱了，再不亲。这不行，这不行。明白。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能结交一些，通过这个男嘉宾能结交一些生意上的人脉嘛，因为我现在我就觉得也是想自己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个你们呐，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啊，就是说你没办法的，你是肯定得把这个关系搞成那种相敬如宾的关系，你的脑子里盘的全是想从这个男的身上搞资源，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意识，它会决定你的行为。情感没有拉到位，你老是想着搞那些生意流上的事儿，越搞你们两个人就越是有种他是老板你是员工的感觉，你跃跃欲试的一点点你都害怕自己做错。但实际上当你把你们的关系放到纯粹的男女关系上看的时候，你才能够肆无忌惮去表现你的那种女性价值跟魅力，对方才有可能上头。对方他有一点点上头了之后，你再提那些诉求，那些冷冰冰的理性化的商业化的诉求，他才有可能卸下防备去给你做。你的顺序不能错。好，明白。那我就是先练练手，然后在他身上使这种就是情感类的链接，对的，拉近关系。对的。平常首先这个人是这样的，阮，我跟你讲啊，2条腿走路，你去1v1呢，你把我告诉你的方式方法方案，你就给到我们的老师，知道吧？第一件事是你从社交软件上面抓一波练手的对象，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要给你这个重要的目标客户，这个男嘉宾，你要给他发一些高于、优于、大于你平时尺度的照片，知道吧？但是这个尺度你要拿捏，还有视频、照片，它不能太超过，就是还是得一点的打开，然后看看，就要试探对方的反应，看看能不能拿到对方的正面回应。如果能拿到对方的正面回应，我们再在这个点上一点一点的去突破，是这样的。OK， 明白。他10点半特别行，不是一般的行。这不重要。好吧，这个问题咱也不能在直播间里老探讨，好不好？别人行不代表你行。对呀，好不好？身上感觉有点就这样啊。好嘞，拜拜。有的特别搞笑，就是有些时候那女孩觉得，我们俩特别好，可能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吗？你们那个特别好，可能只是因为对方特别好，对方很会，很有经验，是吧？方方面面的。你可能只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你可能在这个世界里边并没有发挥出什么东西，可能他跟每个女的都觉得挺好，是吧？你不是你自己在这个点上你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和长板，这个点上的特殊价值跟长板，它肯定也是堆量经验，对吧？经验到了一定程度，而且要刻意学习加刻意练习，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东西打成长板的。男的是一样的，你以为很多男的他们真的是好早他就开始刻意学习加刻意练习了，只是很多女生没有这个意识而已。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一定要去粉丝群哦，要不然会走丢哦。来下一个。还要加硬实力，硬实力加软实力啊。硬实力是天赋，软实力就是刻意学习加刻意练习3件事儿。Hello， 你好，哎，不要退出哦。啊，你好，哎，你说，我喝了呀，我喝了啊，来，举杯。是这样。哎 ，Hello， 你好，你说，我是维外的，然后扯了个快乐症，今年是35，然后扯快乐症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一段稀巴烂的关系，然后扯的，现在是跟那个稀巴烂的是分开了，但当时就分分合合很多次，然后在其中一次闹分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男生，他30，然后未婚，清经行业的，年收入50W 吧，沟通挺好的，虽然年轻，但是他那个经历的蛮多，他是10几岁到欧洲留学，然后一个人考去的，挺厉害的，然后回国创业，带回来400W 吧，然后但是在广州那年就有口罩原因就赔了，后来他又自己慢慢就是还在经纪行业里面，然后慢慢又起了公司什么的，沟通挺好的，但是当时有那个前男友前嘉宾总是来纠缠，然后我们是聊了可能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我当时还没有刷到曲的视频，然后也不会什么引导付出什么的，我就飞到他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来，这个前男友来纠缠的时候，他抢了我的手机，看到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然后就用我的地球号骂了对方，就挺稀巴烂的，就被迫分开了。分开了之后，我就想，因为这个前男友一直纠缠我，自己也理不清，我就跟他就断了一段时间联系，就想把我的事情理清楚了之后，再干干净净的开始吧。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分开了，中间也有一些联系，后期把这个事情也没有太深究的怎么解释，我感觉怎么解释都不太对吧。反正后来也联系了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开始不是很及时的回信息，我就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就是结束。姑娘，你要不先说一说你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就是，我想，他现在回来了之后又跟我联系了，我想让曲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是想跟我认真的在一起，还是只是为了10点半？然后还有就是，他到底什么样的人性底色吧？因为之前，你看这次他回来，我们中间已经断联了3个月、4个月，然后中间他有进我的某抖平台里面去看，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回应。然后这次回来之后就会联系我了。我们因为之前有了那个人的介入，所以我们地球号是没有联系的，只是通过短信息、文字这样的方式联系。然后他这回回来，我们见了3次面。第一次面就这3次都是喝咖啡。第一次面他就联系了我，然后我说呢，我怕回到之前的状态，就是说发信息回的不及时，然后最长的是3天没有回过我的信息，然后我也没有发，然后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说就结束，因为曲说3天，那个后来已经看到曲视频了，就是24小时不联系会怎么样，然后3天不联系自动分手啊什么这样的，当时就分开了嘛。这回第2次见面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还是那个长期稳定的感情关系吧。他说问我需要他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要安全感。然
然后第3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向我表示说问我还想结婚吗？这个词可能然后说想要求，然后问我的意思，然后因为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话说过，我们以后想到广州去，我想到广州再去试一试，然后趁着那个年龄还不算太老，他就说那我们过一段时间一起去广州行不行？但我当时是懵的，因为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感觉他根本就不想入围城，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就是想搞米的那种男人。然后现在我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等一下，啥叫想搞米的男人？他就说想奔事业，没有想过不是入围城。那你这个事儿，他不是说感觉好像什么在往谈婚论嫁的方向走吗？你让他拿诚意嘛。对，但是当时我就懵的，就好像错过了这个开口的时机。怎么呢？你们俩现在好了？那这见了3次面没有10点半。那你错过啥时机了？他是想10点半呢，还是真的想安静下来了？这个有点。我们能用猜的吗，大姐？这事是用猜的吗？我抓阄，看他是真的假的，我拍硬币。不是，他还说一些，比如说，其实也想过安定下来，但是需要个理由。这样说，还说在我改变主意之前，那个你别让我改变主意了，怎么样的？对，行了。是这样的啊，你是不是觉得，如果说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男的不是认真的，你觉得跟他如果发生点什么，你就觉得不乐意了，是吗？因为以前给我的反馈，就几天如果不回信息，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我什么。如果这个男的不是认真的，让你跟他发生点什么，你是不是就觉得亏了，没有意义？那我宁可不要。也不亏吧，给我洗了。好，非常好，这个答案很关键，知道吧？就这个答案很关键。那么首先呢，这件事是这样的，既然我觉得也就不管他是什么结果，其实我也没觉得说我很亏，我也觉得跟这个男的就算有点什么，我也觉得无所谓，对吧？那么这个事呢，就是2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你非常就是想跟这个人还有点发展，那么呢，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你就是跟他该怎么着，然后怎么着完了以后，你也不用联系他，你也不用搭理他。如果他后面还一直找你，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呼应的轨道里头，这是一种方式。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很简单，你直接就跟他说，你说如果我们2个人要重新开始的话呢，我需要你做出一些诚意的表示，你起码得给我送一份比较贵重一点的礼物，要不然的话，我觉得那我就认定你不是想跟我认真的，起码在我心里，我对这个事儿我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么你就直接抛出一个你认为有点分量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他能给你买，咱们说白了啊，那最好，对吧？往下走，基本上也是稳。如果他不能给你买，那我呢也是有进有退的。为什么？我没有说你不跟我买，我就不跟你怎么着，对吧？只是说你不跟我买，我就确定你跟我没有那种想认真的意思，那你就明确了，在他没有想认真的意思情况下，如果你还想跟他怎么样，那你就送上门也无所谓，反正就是一锤子买卖。还有一个节点就是我当时特别着急想跟你连麦，就是因为我们见完3次面的隔了2天，他就又回到他现在干公司的那个地方，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但是当天晚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他在那边跟前公司的账还没拆，然后现在还要应酬，需要问我那个拿1W 的米。再见！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拿这种东西来跟我连麦了啊，好吧？不要再拿这种东西来跟我连麦了，能明摆着这个事儿，你跟我连麦干嘛呢？你觉得这个人配跟我连麦吗？你还着急？这着啥急啊？这着什么急？一个 W 还得往你借，就这，我跟你出的那主意都用不上了，这我跟你出那主意用得上吗？那就我觉得他回来肯定还能联系我，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心态了。不用心态，拉黑。
拉黑了。我靠，朝你开口要1个 W 的男的还留在通讯录里面占位子占内存。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你是不是我粉丝？你看我几期啊？看了3、4。我谢谢你啊，这种在我们脑子里就不配跟我说话，你知道吗？你今天跟我连这个麦，你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都觉得我要下去洗耳朵了。还能有哪个男的跟我说你跟我先见1个 W， 你是去死吧你！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个完全不吻合我们对于男人的这个的框架，好不好？要不您换个直播间问问，看有没有哪个直播间愿意收留这种流浪汉一般的男人，好不好？就是不要理了，就直接拉黑。我谢谢你啊，我直接拉黑，直接拉黑，好不好？我谢谢你啊，我请你直接拉黑好吗？不要浪费时间，你挂了个麦，立刻给我拉黑。你一年挣几个钱呢？你跟我说一下。10多个 W 啊，10多个 W。哎，我的妈呀，小姐，咱们人骗马还要长点经济实力，知道吧？你这一被别人骗马上1个月的工资没了，你给我还搞笑了你？不行啊，咱们只能往家里拿，不能往外掏，好不好？啊，谢谢你啊，好，谢谢。我的妈呀！我说呢，这男的1个 W 的口，他还能开得起呀？哎，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一天天的，完全就是在击破我的底线啊！我还在跟你讲怎么让这个男的搞定情礼物的事情，你直接跟我说他找你拿1个 W， 你们这……哎，我建议大家呢，在跟我连麦之前呢，先了解了解我的价值观构建，好不好？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顶层价值观构建啊，好吧？我们讲求的是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好吗？不能作用于我的价值等于没有价值。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我是一切的本源。我天天来回的讲我们这个顶层价值观构建，你们不要拿这种还要找你拿1个 W 的男的来污染我的耳朵，好吧？我真的求，哎，我真的疯了，真的是，你们不知道我属貔貅的，只进不出啊！你们别给我整这些赔钱的玩意儿，我真是服了。什么情况？一年没挣几个钱呢，还净整些这种亏盘子。你们自己你是怎么飞黄腾达了？你现在是财富自由了还是飞黄腾达了啊？你拿着1个 W 去泡仔，你是哪个级别？你掂量自个儿几斤几两啊？你这什么消费层面呢？什么消费层次呢都？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说怕错过我们直播的，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CEO 在我的手机背后。今天那个 CEO 状态不佳，咱们就灌口停一停。哎，来下一个来，遇到这种故事必须得喝一口压惊。下一个是谁？哎 ，Hello， 你好。Hello， 曲，你说，好的，我来直接说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围内关系。我跟我另一半呢是校园开始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今年呢是35岁，我们是同龄哈，我们有房有车，而且我们都是很普通的家庭，自己奋斗。他本科，我是硕士，毕业以后呢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做那个电商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我一直是很努力，主动学习啊，提升自己啊。我现在的现米资产有600多个 W，现在每年也会有100-200个 W 吧。
然后我现在说一下我的另一半哈，他创业比我早2年，他跟他的朋友做了一个科技公司，但是一直都是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就1年最多20-30个 W 吧，因为是合伙嘛，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也收不回来什么，我也搞不清他什么原因。但是他有了米，他基本都会给我，付出意识是可以的。他其中有2年是连续给了我，每年给了我15个 W， 但是最近这2年是确实不行，他不但没给我米，他还问我借20个。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就挺无奈，就是他实在是给不出来。但是你说读大学的时候吧，他是那种人，就是有3000可以给我2500的那种人。就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个人能力不太行，认知不够，也不爱学习，反正他休息的时候就躺着刷手机。我感觉他心比天高啊，心比天高，是不是？对，但他确实就是人不坏，挺正直善良的，三观也挺正的，就是唯一不太上进。然后他又有点那种大男子主义，就是因为我是希望说，我也给过一个方案给他，我说你这样子一直收入也不怎么样，我说关键我们要家庭目标要一致嘛，我们要为了赚米，为了家嘛，因为我有2个宝宝，让他主内，然后那个有点卡，我有想让他主内，然后那个。孩子呢，主要是我跟我父母一起在管，基本上我是家庭跟事业都兼顾了，就是我个人私人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我基本上我的时间都是扑事业上面的。然后我劝他就是退出他那个公司，然后我让他来一起管我电商这边，我就说我可以轻松一点嘛，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给他孩子啊自己啊，但是他拒绝了我，他说我们2个人一起干事情会吵架，因为我也比较强势嘛，他说怕我们俩会吵架，会影响我们俩的感情，然后他又挺大男子主义的，可能也是觉得跟我一起干没面子吧，而且他大男子主义还体现在比较喜欢管我穿衣服，就稍微我领子低一点的 T 恤都不行那种，就这点我也挺烦的。反正就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和他心理上可能都有点变化，我也确实有点看不上他，觉得他又邋遢又不太自律。然后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10点半也不是特别好，主要原因还是在我身上，我可能生完宝宝以后呢也没什么欲望，然后不想配合他，就反正也挺嫌弃他，就也不愿意配合他，他自己是很积极的，他3天2天就来找我，就说说我像条咸鱼怎么的，他希望我积极一点哈。所以我现在咨询那个曲呢，主要是希望曲的这个智慧的大脑给我一点方向，就是我现在如果以我自己的目标出发，我是很爱我的孩子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所以我想去看一下，就是我改变不了他，那我能不能调整一下我自己，就是平衡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落差，或者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说服一下他，让他主内我来搞米，就是说服他到我公司来跟我一起干，这样子。好，我回答你问题啊，你能听到吗？可以的。这个关系呢，肯定是你主外，他主内是最佳的模型，最佳结果。但是呢，通过你跟他探讨的方式是做不到的。你一定要用行动告诉他谁是大小王。就是说你的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呢？你的问题出在你特别害怕伤害他的自尊心。你一边害怕伤害他的自尊心，一边呢想要去迎合他的大男子主义，然后一边呢又迫于现在这个形势让你觉得有种吃苍蝇的感觉。其实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没有享受到你相应的权益跟你的地位带来的话语权，这个是本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如果男女关系调转这个事儿，其实根本就不是你这么玩的，知道吗？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要出去搞我的事儿了，我每天穿成什么样，我几点回几点出去，你说什么我都当你耳旁风，激到他来跟你吵，激到他来跟你干架，知道吧？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能忍你就忍，你要是不忍咱们就不用过了。首先把最坏结果抛出来，把最坏结果抛出来之后呢，大概率这个人会挽回，因为他确实现在收入不咋地，你知道吗？在他挽回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告诉他，我们能过下去的唯一可能性是你主内我主外，1、2、3、4、5给到他。你说我给你时间，你要不然你就按我的方式来，我们2个人往一个方向走。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那不好意思，
那我不可能被你拖累。这里就是我其实不太，我认识曲曲之前，我是有点想扯快乐证的，我们也关系有一小段时间比较糟糕。你听我讲但是我认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啊，扯快乐证不是终点，终点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扯快乐证是什么？是我告诉你，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他大概率是不会放弃这段关系的。他也提出几次了。他提了以后的动作是什么呢？那就是明天就去啊。然后呢？就去扯啊，但是我不愿意啊，我退缩了呀。他说扯快乐证，然后你就退缩。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跟你说现阶段这个状态，那么他的感受是你需要他的程度好像大于他需要你的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目标跟诉求无法达成。倒也没有特别明显，其实我说了，他其实对我就是唯一就是一个10点半，觉得我不太配合他，就是觉得我像个咸鱼一样，就是我也是。我跟你讲啊，你们是双向的，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如果说他能让你方方面面舒服，你不至于不配合他。对。所以我说，你明明在现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有这样的地位的，但是你没有拿出你的话语权，你没有拿出你的态度，你的框架，你一直在被他反向拿捏。但事实上这是不对的，我都说了，如果在男女关系倒转的这个关系里，早就不是这么个玩法了。你不够强硬，你以为你很强硬，你一点都不强硬，你反复的让对方觉得你不想失去他，他就觉得其实你特别不想失去我，所以他的那个大男子主义他消亡不了，他不能正确的意识到他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位置。我其实也强硬过一段时间，很强硬，就是他其实也平时生活中也都听我的，除下你像我要带孩子啊或者干嘛，他周末呀都会在家里面带孩子，都什么的都挺好的，也弄饭什么的，就这些事情他都做。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像你说的，我其实到目前我是非常不想扯的，我就是想要去开始调整一下我的心态，还是说说服他，因为我觉得我想为了2个孩子，我说实话，其实你说扯不扯，对我来说，我觉得反正男人都差不多，你说下一个或者是没有下一个都差不了太多，但是我觉得他人品又还可以，所以我就想说就不扯嘛，我就是想说怎么能和平一点点。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让你扯快乐证，明白吗？这个是谈判条件，如果说你不敢走出这一步，你谈不了这个事，它没有动弹的空间。好吧，我怕谈崩，主要是。那没有办法，因为谁更害怕这段关系彻底失去，那谁就是手上一点筹码都没有。即使你明明很有筹码，你也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男的没有到那个关系崩到那一步的时候，他压根意识不到他在这段关系里其实啥也没有，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事推到那一步，其实他压根意识不到，他就觉得自己牛逼，他就觉得自己牛啊，因为你确确实实你的骨子里，你现在跟我交流我已经很清晰了，你就是不想扯，就是要保持它的完整性。那我是觉得你既然这样的话，他该干嘛干嘛呗，那你就自己出去，你也想干嘛干嘛呗。那你只能这么综合了，你咋综合？你没有地方综合了。确实挺别扭的，自己心里又觉得难受，但是又不想。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很简单，你的收入严重的高于他，你们2个人如果就算真的是扯快乐证的份上，2个孩子也是要跟你，他没有任何的空间，到时候大概率这种故事都是他反扑，他上哪里又去找一个又是2个孩子他妈挣的还这么多，还给他无比的尊重，他很难的呀，他容易吗？他就是所有的条件都被你撤完掉，他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的条件不撤退不撤完，他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应得的。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服他到我的公司来一起干。说服是不可能的，好吧？说服你已经尝试了无数次了啊！说服就是挺扯淡的，有时候。好吧，谢谢，感谢。你们有的时候，如果说什么问题都能靠说服解决，什么问题都能靠讲道理解决，这个世界上要那些机关干什么啊？要那些叔叔干什么？要那些某法某院干什么？什么东西都能靠我跟你2个人说话，我讲道理，你听1、2、3、4、5，我能靠讲道理，对不对？依然有很多事情它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你要明白，你们不要太，我跟你讲啊，有些人他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情感博主干什么，他们什么时候他都喜欢跟你说你们缺乏沟通，你要跟他好好沟通，是吧？听的很多吧？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啊有3件事儿，对吧？第一个叫沟通，第2个叫法律制裁，第3个叫经济制裁。你说哪一个效果最强？你告诉我，哪一个效果最强？是不是？这有些东西它就是不可能靠沟通解决的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让你蛮简单，你能不能让自己坚持1个星期跟他2次那个哼啊那个哈，对不对？咱们就摁着自己脑袋，别管你现在也没有别的男的，你就摁着自己的头，我不管，我别管我咽不咽得下去，我往死里咽，我1个星期我就2次，我必须做到。你能不能做到？你做到这，你先把你这个男的情绪盘顺，说白了，你把他气儿盘顺，对吧？你把他气儿盘顺了嘛，肯定跟你2个沟通起来的时候稍微好沟通一点，是不是稍微好沟通一点，对吧？你天天呛在这儿，我又不想跟他，我真难受。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觉得凭什么永远都要我忍让呢？明白吗？因为你内心当中这个天平早就打翻了，你觉得我又要容忍你的大男子主义，我又要容忍我挣的比你多，我又要容忍你在外面天天亏钱，没有个能力吧？你天天在外面搞这些屁事儿，他耽误时间又挣不到米。你觉得我已经容忍这么多了，所以我现在看你极为不顺眼了，然后呢，我还要容忍自己咽不下去的这个哼啊哈，我还要非要往下咽，是因为你已经觉得自己1、2、3、4都不停的在付出，不停的在忍让了。所以到这个点上，你死都不愿意往下咽，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明明有这么多的付出，为什么我不能享受相应的权益呢？对吧？如果说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天平可以平衡，你就不存在了。人家本来就是你也没有外援，你跟这个男的2个人天天共处一室，你自己也有需求，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这么反感这件事儿？说白了，你已经让到不想让了呀。你让到不想让，然后呢？你希望我说什么他能听，对不对？我说这个1、2、3、4、5，他能按我说的做，我觉得起码来讲，我享受这点权益。但是呢，你连这个10点半的这个情绪都搞不定的时候，他就是啥也不配合你，对吧？因为实际上就是你给了他很多的假想权益啊，你就是明明不能给他的权益，你都给他了。你不应该做出的忍让，你都做出来了。明明你是一个经济大权的掌控者，明明你是应该掌控话语权的人，但是你给了他不应该有的优待和尊重和选择，对不对？所以他蹬鼻子上脸呢。我跟你们说，男人呢是被你们惯出来的毛病，自己的框架说的不稳，规则性的东西你立的不稳，你不明确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位置、地位、话语权，然后你老是因为那种传统的什么男尊女卑啊，传统的什么家庭的完整性啊，这个那个的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忍让，最后他就觉得他太牛了，对吧？我不仅不用挣你，我不仅可以挣的比你少，我还可以比你有更强的话语权，对不对？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还是可以什么都要。那你怎么搞呢？谁不希望自己是凭空有无限话语权的，对吧？既然你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会不把握吗？是不是？所以你们有些核心问题不改变，核心观念不解决，老是怕害怕失去，怕这个怕那，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你只能选择自我牺牲，对吧？顺着对方的意思来呗，忍下来呗，反正关了灯你就当他是吴彦祖呗，好吧，你就这么想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得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来下一个。
你们不要问为什么你们排了麦没有人上不了，因为我们的麦全部是预约的，而且预了约以后呢，他们是要来送礼物的，送满了800的价值800 RMB 的礼物，他才能排这个队啊。Hello， 你好。你好，老师，听得到吗？哎，你好，你说。这样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盘。我是咨询正常的婚恋关系的，我今年25岁，就是现在在武汉，年收入大概是7万到8万左右吧，好一点的话就10个。家庭条件一般，父母都在老家，有过一段围城，然后有一个蓝色的球跟他爸爸。然后说一下男方的情况，他是31岁，比我大6岁。年收入的话是50到60之间。他之前也是有一段围内的关系，没有求，因为他那个前任不能生育。他们在一起7年，就是我跟男嘉宾在谈恋爱1年半左右，今年3月份开始同居。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都是双围城的状态。今年的6月份，他先扯了快乐证，我是8月份扯的。之前的1年时间里都是处的比较好的状态。今年的3月份呢，他主动告知我他是围城内，就是问我想好了再说。什么鬼？这个男嘉宾，你说前面你以为他是扯了证的，结果他现在是围内？他之前是，就是现在是扯了证了，6月份扯的证。然后呢？他是3月份跟我说他是围内的。OK，然后就是说，问我想好了再说嘛，就是我们这个情况，说6月份的时候会把快乐证拿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我也是围内啊，所以你们俩都是因为认识了彼此之后，加速了扯快乐证的步伐，是吗？我应该是，但是他也不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前任之间就是关系处得蛮崩了。就是没有我也是会的。好，接着说。然后他们6月份拿了证以后呢，他给了女方30个补偿。转折是在今年的7月份，他有一天晚上突然看了我手机，晓得了我是围内，说接受不了要分手。后面我马上找了1对1的老师稳住了这段关系，所以后面呢就没有分手。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发现带球了，到现在快3个月了嘛。这就是之前没有带球的时候付出比较少，1年的话差不多付出了15个左右。现在的话带球了就差不多加到了2W 1个月，就是现在的开支都有他的嘛。他家里的亲戚都知道带球了，也都很开心，因为他爸妈在广州那边，所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也是问我什么时候跟家里说，两边父母要见一下这个事。我就问他嘛，我就说宝宝落地前肯定要领证嘛，但是我感觉他不想说，都有过一段围内关系了，要慎重。我就说不领证的话户口上不了，就打马虎眼嘛，就是说等宝宝生了再说。这个话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想往围内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怎么推进呢？你看过我们金棍吗？我看过。你知不知道里面有个案例？哪一个呀？就是一步一步诱导，最后请君入瓮，然后球落地了以后，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证领掉的。你知道这个案例吗？我好像知道，就那个女生很厉害吧？对，我就建议你把那个案例重新再看一遍。把那个案例再看一遍。然后呢，其实这样的，你这个男的听起来经济条件还不错，是不是？对，他自己创业的。那我问你啊，如果说他不跟你领这个证，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我是不太愿意的。你是不愿意的？那你觉得现在这个球多大了？3个月。3个月了？那你也不应该拖到这时候了，你这真的不愿意，你拖到这个时候干啥？你这正常来讲，那你应该早就解决了呀。但是他应该是想要这个球的，因为他前任的话是不能生。他想要这个球，跟他会跟你领这个证有关系吗？
有直接关系吗？就是没有啊。对呀、就是没有。那你不想，你说如果不能领这个证，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吧？对，在你不确定他会跟你领证之前，你为什么要留？你为什么要给自己留这么个事儿呢？太上头了。你这个是赌吧？那既然已经赌了，那叫愿赌服输哦。他之前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在球上位。然后呢？上了吗？上去了吗？对呀、哎，我理解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男的要不要跟你领证的情况下带了这个球，且这个球到了3个月你也没有处理，你甚至于到现在你也没有打算处理，那么我理解的是，实际上你只是为了跟这个男的在一起长期绑定，他给不给你这个证你没有那么看重哦。这个是你的动作得出来的结论吗？对，所以你再思考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个证其实不是那么要紧，是吧？如果他米给了，你要正视你自己呀，姑娘，你要正视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呀。你是相当于你本来就是想拿这个球，想去锁这个男的，对吧？那这个事儿说白了，它就是赌啊。这个赌局一上就是愿赌服输啊。你能明白这个点吗？明白。如果你的预期不对，那这个事儿到最后你就会很崩溃，对不对？你的预期，你说我有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我都能接受，最坏的打算就是有这个球，反正男的有经济实力，咱们就养着，反正继续谈着，这是最坏的结果嘛？那我也可以接受。我有想过的，这个也可以，其实。你看嘛，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人呢是这样的，首先是你要自己要面对自己，要真实的面对自我，你自己不能骗自己，自己骗自己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第一，预期错误，心态错误，动作变形，对吧？第二，看不清这个关系里的位置、需求、目的。所以你首先是要真实的面对自己。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那我看到的是你其实不管这个男的跟不跟你领这个证，你想锁这个男的，这个是真的，对吧？是的。好 ，OK。那么基于这件事儿，你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走到这儿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让你去处理这个球，你愿意吗？你说现在这个男的不能跟你结婚，你要把这个球处理掉，你愿不愿意？不愿意。好，那就很简单了。你看这个结论是不是很清晰了？我不愿意处理这个球，我就是想跟这个男的赌一把。如果赌不赢，那我也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对吧？是的。首先正确的心理预期对了，然后我才能告诉你动作是什么，因为你的动作不一定能拿到那个结果，知道吗？但是起码来讲，我能往那个结果的方向最大程度的去推。但是就算推不到，我的动作不会变形，我不会紊乱我跟这个男的之间的关系，懂吗？我跟你说的动作，他推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你最想要的，说拿证，但是他不会动作变形，他不会把这个关系搞崩、搞烂。所以说，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现在呢不要急着去推这个事儿，因为一急这个就叫动作变形，没有意义。你首先呢去把那个案例再看一遍，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动作它一定是什么呢？是你要抱着跟这个人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跟你2个人，我就是因为喜欢你，因为爱你，我才会做这件事儿，对吧？而且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爸爸。我觉得我们2个人去有一个孩子，对于我们2个人来说，对于我们2人感情是好事儿，而且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养育一个孩子，这个是我的初衷。至于你未来会不会真的跟我结婚，或者会不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你要首先表达这个态度，然后让对方把戒备先往下降，降下来之后呢，你球落地了，对吧？然后因为你前面不是做了这种退让的动作吗？你做了这个退让的动作之后，然后可以由着这个退让的动作马上就说啊，那既然我们2个人现在是吧没有这个结婚证，那小孩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他来说可能未来会有点不公平，我觉得你还是得作为一个爸爸，你可以帮他把什么某保某险呐，或者说学区的房子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你得计划帮他安排好。首先是先引导付出，就是引导完付出之后，然后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让这个男的跟这个小孩之间无限的强关联，就是你要让他每天看着这个小孩，每天就比如说发照片啊，打电话呀，然后呢换尿布啊，喂奶呀，对吧？起夜呀，干嘛都让他搞，让他跟这个人增加亲子对跟这个小孩不停的拉感情。那么拉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就知道，因为一个男的如果他对这个孩子投入特别多感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希望这个小孩低人一头或者是吃亏。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任何一个理由，就比如说有一天，比如说人家说闲话了或者干嘛，他就觉得我怎么能让我孩子吃这种亏呢？他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去推结婚的这个动作。但是这个呢，它是个长期性的，所以任何一个动作你不能变形，变形了你只会让别人觉得很烦很不爽，而且钱搞不到。对的，好吧。好，大体意思我明白了。老师时间了吗？对的，到时间了啊。你的1V1老师是谁啊？薇薇老师，之前的薇薇老师。哦，好的。薇薇。哦，薇薇，好，知道了。好，谢谢老师，拜拜。我跟你们讲，有些时候啊，就是要从长计议。任何事情啊，你不能慌，一定要淡定。你一慌，你一淡定，你们就会想要快速的拿结果。我跟你们说，阻拦你们拿结果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想快速拿结果，知道吗？任何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来日方长，慢慢搞。你越是想快速拿结果，那么原本你不会说的话，你就会说了；原本你不会做的事儿，你就会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做出很多变形的一些事情，那么就会引发这个关系当中的剧烈波动。它会挡住你看清楚这个关系里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人他的核心需求是什么。我跟你们说啊，其实就包括啊，我前面跟你们讲，我说当一个女生站高位，男的站低位，是吧？然后呢，因为这个女生作啊，或者这个女生不跟这个男的结婚，最后作崩了的，这种时候，我说女的找男的降低自尊的去挽回，我说这种事在我这儿100%可以成，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这个里头，其实它是有一个核心的逻辑的，就是你只有站到上帝视角，你才能看到这个核心逻辑。如果你不能站到上帝视角，你始终在当下那一瞬间想要拿到求和的结果，对吧？所以你就会看不见一个关系当中的核心点位。在这种关系里面，它的核心点位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在这种关系里面的核心点位是这个男的他真的付出了，他爱了，明白吗？如果他没有爱，他不会那么长时间以来不停的站低位，然后不停的去付出，不停的去忍让你，不停的想要去跟你结婚，懂不懂？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在这种关系里，它的本质是在于这个男的绝对是爱了的。如果他爱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爱了，他真的爱了，有没有可能在3、5天之内，这个事就烟消云散了，彻底的忘记了？有没有可能？从人性层面上来说，如果这个人他真心付出过，真心爱过，他会不会说要跟你断舍离，立刻他的心里就放下？会不会？没有可能，他不可能的。他为什么迅速要去找其他女生，迅速要去找？为什么？是因为他想用新欢跟时间来冲淡他失恋的感受，知道吗？这个是他所有的行为逻辑跟动机。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如果是在这种关系里，男的付出了很多，一直想跟你结婚，但是最后被你作跑了，或者说你觉得你不想结婚他就撤了的这种，为什么我说挽回的机会是100%？因为其实你只要一直不求他的回应，去做一些事儿，我告诉你，只要你的消息能到达他的手机里，或者说你的消息不管是通过公开平台还是通过什么微啊，任何的平台，只要他能看见，我就可以保证
这个人看见任何一次看到你的消息，跟你相关的东西，他不可能不发生情感波动，知道吗？所以说，只要你做的这个时间足够长，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足够稳，而且不求回应，你每一次去波动它，每一次去波动它，每一次去波动它，最终你的结果就一定可达成。它是一个确定性结果，它不是一个不确定性结果。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有很多人他在这个里边呢，他没有看到这个事的本质，所以呢，他会做出很多变形的动作，对不对？什么变形动作呢？比如说想要找别的男的去刺激他，对不对？这是不是个变形动作？对吧？或者说发一些那种就是感觉自己很嗨呀、很开心的那种朋友圈呢，然后呢，试图让这个人觉得我没了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好，是变形动作，对吧？然后就像刚刚那个女生一样的，我一定要去找他，我一定要去找他见面。你找他见面聊什么？是不是让他立刻给你反馈说我愿意跟你和好？这些动作其实全部都是变形动作。有的女生甚至于我知道之前有一些希腊的一些机构的，跟他们让他们在圈圈里面发一些尺度特别大的照片，干嘛的？像这些动作统统的全部都是变形动作，知道吗？其实在这些事情里面，你只要看到了这件事的核心点，就是这个人他其实会因为你产生情感波动，那么你要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做一些很稳定的，然后让他觉得你在改变的，一点一点的在波动他的这样一些小的动作，持续稳定输出，不求回报。最终那个结果的达成可以说是100%，真的可以说是100%。如果你们成功不了，你们再看一下你们做的动作里有没有像我说的那种变形动作，有没有？因为你没有站到上帝视角上，你总是想要去剧烈的或者快速的，对吧？那肯定是不行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想要预约连麦啊，或者是害怕错过我们的直播啊，想要收到我们直播提醒啊，都要到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来下一个。Hello， 你说好。话吗？哎，可以，你说。你好，其实我想咨询怎么挽回前男友。我的基本信息是我今年27岁，然后美国博士在读，长得还可以，就是属于走在街上大部分人都会回头看的那种吧。然后自己没有什么米，但是家里可能有1000万，1000W。男方是比我大5岁，然后他是白人，长得帅，身材很好。他身世比较惨，就是没有爸妈，然后刚成年就被继父赶出来。后来他加入了那个迷彩，然后完成了研究生，刚刚开始工作，没有什么米，工资也不高。然后我刚跟他认识是因为一起工作，追求的话是互相的吧。然后我们约出去玩了1次，感觉很好，然后1周不到就确定关系了。我们在一起5个月的时间。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喜欢我的，然后前3个月都挺主动的。你声音大一点啊，不要把字儿都吞了。OK，前3个月的时候他很主动，3个月后，然后热度慢慢就减下来了。但是我是那种特别缺安全感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各种找茬。比如说他工作的时候2个小时没回我信息，我都会生气。然后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是不是要分手。后来他就很烦了，然后类似这种争吵特别多，然后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冷，然后他越冷我就越吵。后来他警告过我说我这种频繁的争吵和缺乏安全感在毁掉我们的关系，但我还是没停下来。然后最后一周的时候争吵频繁，然后我就赌气说分手，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立刻挽留。但是他很决绝，说不相信我会改，说给过我很多次机会了，说没有人忍得了我。然后但是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啊，比如说我在关系里是很会照顾人那种，会付出。
我付出是指做饭那种，不是金钱付出。然后现在就是情况就是他回我消息，但是回的慢，回的冷，但是我发什么还都回。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问题想干嘛？问题就是怎么挽回。又是个挽回的，你们能不能不要来挽回了呀？我真听挺烦的，知道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多大呀？27岁。是这样的，你是没工作吗？我现在是在读博。所以说你就没工作呗。是吧？你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的点，就是在于你没有自己的社交，没有自己的圈子，没有自己的事业，你的脑子太空洞了。你别说你读博就怎么了，你读博也没用，就是你完全没有自我经营的意识。你把你所有的生活的重心、思考的重心全部扒在这个人身上。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的父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承载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关注，没有任何人可以承载。不是这一个男的，是全部的人，别说男的女的，跟性别都没有关系，甚至是一只狗，你的宠物它都需要独处的时间。OK， 你如果能让别人看到你在自我经营，对吧？我每天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圈子，我每天打扮得很漂亮，我还会出去吃饭，出去赏花，出去看展。我有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可以跟我愉快的交流。我也有很多，不管是同性朋友还是异性朋友，我们之间都有着非常友好的往来。那么这个人他起码知道你是一个值得喜欢的人。如果说你是一个把所有一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的人，他只会觉得你是一个弱者。没有人愿意长时间的与一个弱者为伍。OK， 所以重点不在于我怎么挽回他，重点在于我怎么经营我的生活。你经营好你的生活，你就变了，你真的变了，人家就才会来说，我再重新来找你。因为只要你还找他，你就没有变。OK。所以说这种情况就不要挽回了，对吗？不是，你的挽回动作根本就不在，核心不在那，明白吗？你所谓的挽回是重复你自己，重复你自己，结局没有变化，好不好？还有问题吗？应该没有了吧。所以就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就不要想它，然后顺其自然呗。因为这个是你的人生当中需要学会的一堂课，小姐。因为不是跟他有关，是跟你有关，跟未来你的任何一段亲密关系有关。你要成为一个值得被喜欢的人，而不是因为别人怜悯你、同情你，怕你孤单，怕你无助，所以陪着你。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弱者，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只会被帮扶，不会被爱，明白吗？明白了。就这样。好的。好，拜拜。拜拜。在前2场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话，我说没有一个人会真的爱上一个弱者，对吧？我说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有价值，你在发光，你的美好，他才想长期跟你一起相处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长时间的陷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纠缠、折磨、负面情绪这种当中，不可能的。当你已经被对方彻彻底底的定义成了一个弱者的时候，那么对方就不可能再爱你了。然后上一次呢，我看就有人在问说，那你不是说要激发男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吗？你不是要通过示弱激发他情怀？我告诉你们，一个有价值的人示弱才有用。
知道吗？你是示弱干嘛？就是你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光环的人，你这个时候对他示弱是什么？是让他觉得你只有在他面前才会这样，你是通过示弱的方式给予他特殊待遇，知道吗？而不是你从头弱到尾。谁要你从头弱到尾啊？今天有一个高富帅，对吧？他平常就是那种风度翩翩，衣冠楚楚，对不对？走到哪里你觉得他都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结果有一天跟你两个人小酌的时候，他说起了自己童年父母不和睦，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他感觉家就像一个旅馆的往事。你是什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我靠，他把他最柔软的一部分展现给我了，他把他的肚皮亮给我了，他就那个小狗狗，他翻了个身，他把他的肚皮亮给我了。他平常对别人都是虎视眈眈，对吧？但是他今天把肚皮亮给我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你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今天是一个流浪汉跟你说，哎呀，我太苦了，我太难了，我衣不蔽体，我没有地方住，我流落街头，你给我点吧，你赏我点吧。怎么的？你就爱上他了？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吗？他的弱不是针对你展现的，他就本来他就弱。谁经过他的面前，他都得告诉人家他很弱，对不对？所以说弱代表了什么？弱就代表了弱弱就代表了弱，对吧？你的弱不伴随着价值，有什么意义啊？没有谁生下来就是为了当别人的救世主的，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圣人。你一定要明白，所谓的激发对方的英雄主义情怀，它的点是在于什么？是在于在大的方向跟层面上，他认为你很棒、很不错、很有价值。如果说你连侧重点都搞错了，你一天到晚只想着怎么弱，那我告诉你也不是没可能，是吧？今天我救了一只流浪猫，救了一只流浪狗，甚至于救了一个流浪汉，但是我会让你当我老公吗？对吧？我能让你当我家里的第7房、第8房、第10房，已经非常牛掰了，呵呵，是不是？那肯定还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嘛，长得极其美，对吧？或者是身体极其棒，对不对？虽然你很弱，但是我觉得呢，你那一点点的功能性，对于我来说呢，也是 OK。你怎么呢？你能当老大吗？可能吗？老大都是你要能跟他并肩作战的，对不对？这种时候就不要做梦。如果你自己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弱的不能再弱的人，那么你就只能当别人的一个小甜品，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主食，你也上不了主桌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是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菊菊你好，能听到吗？可以，你说。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我是来咨询就是围内感情问题的。然后呢，我的问题是我到底要不要扯快乐正？然后如果说我不扯的话，我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盘，我现在是27岁，然后硕士，
颜值大概是6到7分左右，就是去任何地方都会有人夸我漂亮的那种啊。那么目前在新一线城市工作稳定，年收入20左右，然后目前自己的存款是70左右，然后生活是很安逸稳定的。然后呢，和我的现任在一起马上5年，然后3个月前城内。那么我的先生呢是年龄31岁，然后硕士啊，工作稳定，和我在一个单位啊，年收入也是20左右，有房有车，长相和我很般配，那么经常被说这个郎才女貌的这种。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是，其实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我近1年半左右非常不愿意和我的先生进行10点半生活，就是已经非常抵触了。那么在最近这5个月，我终于忍受不了，我就去外面寻找了10点半的生活。那么很快乐，非常快乐，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因为我很感性，我会对 PY 会有点上头，会带感情啊，就是会有点恋爱脑。那么因为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很多，然后我很真诚，所以我的 PY 也会对我上头。然后呢，他们也有点想跟我长期发展的这种，但是我知道这是非常不对的，所以我最近在戒断。那么同时就是我其实还是保留着一点理智，就是我目前觉得我其实不能扯快乐症的。我认为我不能扯快乐症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呢对我的生活就是照顾无微不至，且他非常乐意，就是我躺在床上他都可以切好水果喂到我嘴里的那种，就是我在家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他对我的家人也非常照顾，他的就是跟他在一起从来不需要我来花米，那么他的对家庭的责任感极强，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向上，非常爱我，可以说是很好的丈夫人选。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对他已经提不起任何10点半的兴趣了，那么对他没有这种爱意了，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了，这使我很痛苦，这也会导致我后面就是会可能也无法管控自己，有可能会出去这样子啊。那么但是呢，我跟他待在一起也蛮舒服的，但是就是情感上很空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之前有找过好几个就是师傅算过，这个可以说吗？可以啊。你说这个东西我也不参考，你说有啥用的？对，就反正他们就是说我这个烂桃花非常多，我就是也就我的先生能包容我照顾我，如果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反正情路坎坷这种的，所以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新鲜感也很难保持，对一个人就是可能跟谁在一起几年之后，我都会不想跟他10点半，也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了，所以我现在很纠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我要一直持续这种我不想进行10点半的围内生活吗？这就是我的疑问。我想问一下，你之所以不想，是因为他这方面有缺陷，还是怎么样？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缺陷的，就是我们之前都是很和谐的。那么直到1年半之前呢，我就逐渐对他其实没什么兴趣了。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心理上我不太想跟他那个了。就是其实他没有什么毛病。对，他的硬件软件都是正常的，他是正常的，对，但是呢，他在这个10点半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让我很舒服，所以他没有办法是你，但是你说你以前是好的，对，我觉得是我的心理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们有充分沟通过吗？我有跟他沟通过，就是我们俩其实有尝试过很多次，真的有点不太行了。OK，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无解题。那你除了找补，只有找补。那你找补完了，反正最坏的结果你就是想好，最坏的结果就是他有一天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觉得没意思，然后你们俩就掰。就是这个事儿到最后的结局其实是定好了的。那我是想问，就是比如说在婚姻当中，这种没有这种10点半生活，或者是说很少这种10点半生活，将来是可以正常发展的吗？在我看来是不行的，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可以的。在你这儿，除非啊，你家这位他自己有别的花头了，但问题是在于呢，他一看他就是个单偶男，单偶男他如果有别的花头了的话，大概率他的情感会发生转移，他的情感会随着他的身体发生转移，他一旦发生转移了，也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很迷茫。这个没有办法的，你要是说你没有办法说让自己去跟他怎么样，那这个事儿你已经尝试了无数次了，他最后就是有一个无解。无解你总是需要去别的地方去找补的，这是肯定的，只是说频次的问题吧。要不然就是我真的就是强迫我自己完全不去外面，就是强迫自己跟我现任那个先生这样子好好生活。你能不能做到？就这事儿我跟你聊有啥用呢？对不对？你能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你自己清楚啊。目前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是有点。我想知道这个事儿的顺序到底是你们两个人常年都没有了，然后你才出去找的，还是你们你出去找了，然后你们后来就没有了？是先已经有1年半，已经非常不和谐，就是我已经不想跟他那个了。然后后面我实在是有一点受不了了。那大概率这个事儿就是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解决不了，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而且让你说完全的回归，说实话，咱们俩在这聊个天，那就属于聊给观众听的了，对不对？要说你能回归这个事儿，说实话，那只能是聊给观众听的，那绝对不是聊给你听的，也不聊给我听的，反正咱俩主打就是个不相信。行，谢谢琪琪。好吧，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是的嘛，那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他还不相信，那只能聊给观众听，对不对？那我们为了政治正确嘛。但是这个事儿是肯定是定的死死的，因为反正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说有可能吗？我说有的女的可能，但是他不可能，因为我跟他一样，我们在这个事儿上我们是极度重视。那极度重视，如果这个事儿有问题，那100%这没法，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别的东西还可以商量啊，别的东西有空间，这个事儿那是一点空间都没有。我就建议你们呢，你们不行的话就好好挣钱吧，是不是？好好挣钱，把自己解脱出来，彻底自由化。你要是没有办法挣到那个经济实力，那这一辈子的这种内心的煎熬跟折磨，就是你需要为此承担的代价。那我只能这么说。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我，或者说害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害怕找不到我们直播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曲曲。你说。是我吗？你说。曲曲，我特别喜欢你，还有你的价值观，然后你人长得也很漂亮，特别有气场的那种。主要是好看，别的都不重要啊。你说。然后就是我也有买你的书，可是还没有看。然后我就是一有空就会看你的视频。就是短视频这种，然后我今天主要想问一下2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29岁，然后在读研究生，然后是大概是一年之后毕业了，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因为我没有上过班。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你学啥的呀？我是学那个项目管理的。项目管理正常应该进什么公司呢？好像是都可以的，但是我那个本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太会，就是不是太专业。这要啥专不专业？你不干当然不专业了，那么干着干着不就专业了？但我就不会呀。不会你就进去干呐，边干边学呀。那我现在在学校期间是不是也可以出去实习什么的？当然可以了，只要你对工钱要求少，什么都可以。
哦，就感觉好尴尬，就是自己开着豪车去实习。合着你是个富二代是吧？不是，就是我是就是有钱也有房产之类的，有车有房有存款。你不是富二代，你哪来的豪车呢？就是去年有个大佬给我的。明白了，就认识1年。雌竞选手是吧？啊，雌竞选手就是雌竞选手啊。但你为什么非要开着豪车？不是你开着豪车去实习，确实也不影响，无所谓吧？开着豪车去实习咋了呢？那人家多得很的那些很多单位里边都是一些二代啊，很多人家不都开着豪车去吗？那我现在就是上学的时候也可以出去实习吗？可以啊，有什么影响？就觉得好尴尬。怎么呢？实习影响你开豪车？你看人家问，实习影响你开豪车是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打车，不要让自己尴尬，好不好？是这样的。然后我的家是在18线嘛，然后我家里条件也蛮好的。然后我之前毕业是被一个闺蜜骗了，然后后来也有回家那边考一些编制类的单位嘛，然后就差点没考上，然后就读研了。然后读研之后，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男嘉宾之类的，也没有这个，然后工作也没有做过，就感觉要做什么。小姐，就是小姐，做什么重要吗？做什么重要吗？你现在也没有说很愁钱，你为什么要纠结于做什么呢？那一点都不愁钱的。对呀，那你为什么要纠结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实在不想做什么你就出国再读书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感觉不工作的话，我就遇不到一个好男人结婚。你主要还是想结婚呗，想结婚不用工作，想结婚直接对碰，不用工作。不是我好吧？有哪里有问题？就是我是少数民族嘛，所以我可能会不太喜欢那种不是本民族的人。那你们那个民族不对碰是吧？很少吧，我觉得是。你去找一找好不好？你去当你们那个地方找一找这种机构，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只能这样吗？要不然呢？你们那个民族的人没有那么多，那你肯定得找个扎堆的地方去找人给你介绍呀。对啊，我现在就想问的是，就是我之后工作就是去这种扎堆的地方上班，还是就是去自己现在的城市？小姐，你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扎堆的地方上班啊？就是回去就可以啊。回去？那你所谓的好男人是什么呢？只是性格好，不是条件好是吧？不是好男人要条件一定要好，因为我不太喜欢跟男的那很好。但你找个上班的地方，那有几个条件好的呢？那我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我都跟你说了，找机构。对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我要什么经济条件的，不就完了吗？好吧。那上班的地方呢，都比你穷，那有什么好去的呢？对呀，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要是跟谁认识啊，或者是交流之类的，我要不要让他知道，就是我条件还可以的这种？你让别人看得见就完了，你不用嘴巴说。你不是有豪车开吗？这还需要你告诉别人？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的，是吧？我就感觉别人可能会图你的钱。你不花不就完了吗？别人图你的钱，你花别人的不就完了吗？也对。你就开着你的豪车出去，我就是千金大小姐，车就是家里给买的，就是这样啊。你追我的话，那你总得付出吧？你不付出，我跟你好，我脑子有病啊！你就这态度，好吧？
好吧。好，就这样啊。就这样。拜拜。主打一个笨蛋美人，是吧？主打就是个笨蛋美人。哎呦我的妈呀！你们主打就是个笨蛋美人人设，上来以后还怕人家说你是找男人是吧？上来以后还跟我聊找工作，你说你们都这么大一圈累不累呀？一天天的，脑子全弄我这儿了。本来个脑子里东西就不多，就那么点东西全用我这儿了，我真是服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要问我，或者是大家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曲曲你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33岁，测了快乐证有8年时间，有一个蓝宝归我。我目前做主播，有400个存款，有房有车。男朋友是我直播间的大哥，35岁，身价不到2个小目标，身体有先天性心脏病，属于会遗传给小孩的那种。追我前3个月付出了180个，在一起后5个月付出20个，中间发生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一起第1个月中他无意知道我扯过快乐证的事情，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就跟我提了分手后我同意，但是他马上就找我要回之前给我买了几10万的首饰，我不愿意给，然后就哭，他心软，我们就没有分手。第二，恋爱期间他第一次找我借过一个5个 W， 我借了，他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后面还找我开口借了一次20个，一次3个，我都没有给他。我想知道他这是出于什么动机。第三个事情是我前几天出去旅游，他说主动要给我打15个 W， 就是在我走的那天会给我，然后作为旅游赞助金和不给我的生日礼物，结果我旅游回来他都没有兑现。旅游期间他有给我发消息道歉，然后现在的说辞是下周工程款回款后会给我，我这段时间也没有怎么搭理他，在冷处理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曲曲，我和他还有没有继续的必要？你首先是要想办法让他把前面跟你给过的东西写一个赠语。他前面给你送的都是珠宝吗？还是说有现米啊？前面180个是直播间打赏，然后后面的180个里面一部分是直播间打赏，另外一部分是买的首饰，线下没有转过现米。买首饰是直接在店里刷掉的吗？对，是的。我觉得这男的没有必要往下。他是个2代是吧？他也不属于2代，自己和父亲一起做事业。就是2代吗？他自己跟父亲做事业，那不是2代是啥呢？那算是的。不是谁是不是他爸的产业嘛？是的，他是他爸爸的产业。他就是感觉，为什么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动作像2代，知道吗？他的动作像2代，他的动作不像1代，所以我才说，我说这男的是不是2代？就是喜欢你的时候夸夸刷，然后要掰了就夸夸要，这种基本上都是2代，10个有9个半都是2代。完了以后跟你关系好吧，又想给，但是呢自己又想玩去了，干嘛的又没了，就这种他的财务状况起伏非常大。但他这几年跟着父亲做工程的时候，手上也有几百个存款，然后一部分现在就确实花在我身上了。他有米，我没说他没有，但是呢，他的行动特征是不能为自己负责的行动特征，而且呢，会跟着情绪走，知道吧？他的行动特征就是说，他付出或者不付出或者怎么样，他都不愿意为自己的这个行动去负责任，老是想撤回，想反悔。然后呢，有情绪上来的时候，又会跟着情绪做决策，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他后面的付出现在已经在降低了。这个人，如果
如果说结不成婚的话，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因为你再去弄，其实弄不到太多。他现在让我等他几天，他说他下周回来就会把那15个给我，或者说去带我去直接去买个什么东西。反正呢是这样。然后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啊，生活中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告诉你这个人的人物画像是什么了。你觉得这个人，如果说你还就是扒着他对你后面那些付出，那么我也是建议你，如果说要买，就直接让他刷店里买东西。如果说他要给现米呢，那你得让他写是不是自愿赠与，要不然的话呢，像这种人他最后一定会跟你扯皮的，他100%会跟你扯皮的。这个就是你需要考虑好的问题。至于你跟不跟他联系，跟不跟他断，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基于什么？是基于你觉得这个人对你还有没有剩余价值，对吧？这也不是我跟你说什么断不断，给不给的。他现在的态度是还想继续和我在一起，说他打算12月份的时候带我去见他父母，去把我们的事情提上议程。然后我现在看他这种事情，就是他老是说的话和他做的事情对不了线，所以我就对他的态度现在也是越来越冷了。你说明这些是想说什么呢？我说明这些就是想听曲曲建议我到底有没有跟他继续走下去的必要，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男孩子也在接触，我就想对比一下有没有就是他跟他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可能更适合我，因为我年纪确实也不小了，我今年33。你现在是必须做出2决1了是吗？对，因为他们俩的时间。那你就把2号先跟我讲一遍。好，那个男二也是我直播间的大哥，今年37岁，未婚，身家2到3个小目标。然后这2个月对我付出有20个，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他来过我城市，我们见了一面。他属于那种特别注意细节，相处起来对我也是凡事有交代的男孩子，同时又特别需要我对他提供情绪价值。就如果我们俩确定关系了之后，他很明确的表示不会继续让我直播，但是会帮助我发展我自己想做的事业。然后物质上呢，他属于那种不喜欢女孩子主动提出找他买什么，该做的他自己都会主动去做，会把我生活上琐碎的事情安排得很妥帖。然后最近我们感情浓度加深，现在他为我提前1个月回国，我们目前没有发生10点半关系。如果他回国了，我们应该会有10点半，但是他不知道我实际年纪和婚时。现在谈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我之前听曲曲说过，就是说不到求婚那一刻是不要告诉对方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他的工作属性就是能够知道我带过球这个事情是藏不住的，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等他回国的，因为他下个月就回来，我在想是下个月见面之前就把我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如果他不接受，我就继续直播好好赚钱。这个男的是个画饼的，就是我跟你判断结束。画饼，对，这男的是个画饼。我是看他就是在生活上面还是对我很上心，也蛮用心。那不用心怎么能少花点呢？请你告诉我，不用心怎么能够少消费？我前几天出去旅游的时候看中一个包，我其实也不贵，我自己的现在的财力是足以支撑我可以买到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提出让他帮我买。然后事后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觉得我很独立，没有找他要，他就喜欢这种女孩子不主动找他要，然后他准备说回国的时候给我带一个包回来。我已经跟你给完结论了啊，这男的就是个画饼的，我不想再跟你多废话了，还在拿包画饼，又是个预定流呢，这又是个预定流，我们的好几个流派呀，预定包包流，预定车子流，什么给股份流，什么期房流，搞开公司流，你真的属于我们几大流派当中其中的一个，我不想跟你掰扯了，这男的就是个画饼的，我再说一遍。从哪里是可以看？你说他哪里嘞？说的些鬼话，什么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开口，这不就是属于名人名言了？这属于是，这话一说，直接给他钉在墙上了，还要我从哪里证明啊？
还什么不让你直播，还给你搞公司搞事业，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搞什么公司啊？你搞什么事业啊？你告诉我。他跟你说搞事业不如跟你说买房，还搞事业，就扯这种闲蛋，说话都不够脑子。你上头啊，小姐。那他可能就下个月初要回来，我们俩要见面，然后我是怎么去跟他提出我有一部分物质上的诉求，然后你就说呀，为了你，我要是看你有诚意的话，你至少得3个月之内，你说你得达到我心里的标准，要不然我怎么能相信你啊？我心里的标准就是说，你至少3个月之内，你得给我刷到100个 W， 要不然我不相信你对我是认真的。以我现在对他性格的了解的话，他可能扭头就走。对了他，那就对了他。所以说现在是你在单方面上头，你还听不懂？他扭头就走，那就对了，就完全吻合我跟你说的，我都给你判了，你还说啥呀？他就会说，他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物质？对呀，你说那你别找主播呀。他说你这么物质，你还相信他会给你开公司？你看我们这个几个流派，他占俩，他一个人占2个流派啊，不容易啊！又是注册公司流，又是那个什么预订包包流，你看这你看他几个流派，他占2个，你还在问我为什么？我跟你说这个话，我都觉得浪费时间，是不是？就这样吧，反正这2号肯定是不咋地啊，1号嘛，你可以再看看，2号肯定是不咋地啊。好，先出去。你下个1v1吧，我看你这虎脑子，就你们这样纯是属于搞米全部是用运气在搞，一点脑子都不带使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动用你们的智力，是不是？你们的这个智力板块都还没开机，是吧？完全是靠你们的美色，美色运气，不需要动用一点智力成分。你看，他还在问我，你怎么看出来的嘛？哎呀，你看那个不甘心啊，个不死心那个样哎，我的天呐，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掉头就走。你掉头就走，他还在问我说你哪里看出来的？我需要看吗？我不需要看，我们都属于把脉。看什么啊？我真的是服了。前面那个男1号嘛，他无非只是说他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跟想法的2代，对吧？但是人家的付出还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干出来的。你这个2号选手完全是个画饼流，完全是画饼那个流派的，是吧？还什么一上来就20个 W 啊，20个 W 他就敢开出这种让你不工作了的口，他怎么开得出来这个口的？自己几斤几两啊？有没有点数啊？完全是，别人好歹也是有男嘉宾可以给他2个月刷180的人，他跟人家他刷了20，他让人家不要播了，还什么我帮助你的事业咋帮啊？你看他像做事业的人吗？他帮助你的事业，从哪个维度帮？我是不是搞不懂了？到底从哪个维度帮？你们也是有的时候啊，自己对自己认知也不清晰，是不是？你扪心自问，你说我有啥能力？你扪心自问嘛，对不对？你说我能干啥事业？我除了会直播，会跟大哥谈恋爱，我到底会干啥？我会干点啥呀？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慧眼？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伯乐，识别出了我这匹谁都没看出来的千里马啊？连我自个儿都没看出来，我在哪个事业版图上能够有所建树，怎么就被他看出来了？他真是火眼金睛，服了，真的是。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大家那个如果怕走丢了，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了，或者说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们，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来下一个。
哎 ，Hello， 你说。喂。你好，曲曲。那个，我之前找你连过一次，然后我是一名舞蹈老师，不知道你还有印象吗？我没印象。那个上回我找你问了一些感情方面的事儿，然后因为男友现在发展不太好，我也不太想走婚恋，所以说这次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关于事业方面的事儿。那个我的基本盘是今年30岁，然后163、96，颜值还行。关于我的从业经验，我以前是做舞蹈，然后后面因为男友是黄地男，在一起5年，付出大概200到300左右，后面就没怎么工作了，但是因为太无聊就开始直播了。但是直播这个东西，他一直在干涉我，也没播太久，可能总共也就播了1年，占有欲比较强。然后直播过程当中认识了男二。后面因为跟男一相处比较内耗，我就回自己城市了，而且他发展也不太好。现在本来有米的情况下，我会选择走婚恋，但是现在我想走好雄竞，然后让自己能力先上来。我回自己城市这半年，然后一直在健身啊，然后读书、瑜伽、嘟脸，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看你的视频学习。但是直播这个事情，因为男二他每个月都来我的城市待1个礼拜，然后半年付出大概30多吧，跟直播付出差不多，所以直播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刚开始第1个月可能差不多有2-3个吧，2-3个的收入，后面1个月可能播半个月，再到后面就没怎么播了，所以现在流量特别差，然后总人数可能有的时候几十个，就剩了一些老粉儿。然后另外觉得直播这个东西不能长期发展，想发展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东西。然后关于我的舞蹈，因为我中间有5年没有怎么练习，所以说我的舞蹈能力现在大概是在学生之上，然后老师之下的那个水平。目前的话还在考虑要不要考一个形体导师证或者瑜伽的证书，以后因为我想开一个舞蹈培训工作室。但是您之前说要选天花板高的赛道，因为这个行业可能没有那么暴利。我现在对别的行业，比如说一些茶艺师啊或者嘟脸的那些行业也比较感兴趣，毕竟现在想重新走雄竞，然后想让曲曲老师给个意见。我想找一个行业然后深耕进去，目前没有思绪，也没有什么好的落脚点。对，大概是这样。你多大？我30。首先啊，我觉得你说你要找一个行业深耕进去，但实际上你的行动并不是这样的。你看啊，就拿直播这一件事来说，首先谁告诉你说直播不是一个长久的赛道？直播绝对是一个很长久的赛道，只是说看你怎么播，或者说你能不能够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直播方向跟内容，去优化。但是直播它一定不是一个短暂的赛道。你看你的所有的动作，你不停的在降低自己的直播时长，然后你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更新，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积极性。实际上你在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你不停的在削弱自己的付出。所以你当然在这个点上你是不可能出结果的呀。因为我直播这个东西，然后那个男二他有的时候他每个月都会找我待1个礼拜，所以说待1个礼拜总会涉及到停播，再加上有的时候我姨妈或者说会有别的事情，所以说总会断断续续的这个样子。那你任何一份事业这件事儿它都会影响到你。你现在如果你真的想走雄竞，它应该是任何事情围绕你的雄竞而展开，而不是你还会因为别的东西然后去切断你的雄竞。你首先你这个路子就没打对呀。那按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做情感博主的，我前2年没有做的现在这么好的时候，那这样说，那哪个男的说要跟我谈恋爱，哪个大哥要跟我给米，我是不是就停播了呢？我是不是就别干了呢？因为人家觉得你做这个事业对吧不太好，影响不好，那我是不是就不干了呢？那所以说这些赛道的话，然后曲曲老师还是更看重直播这个是吗？那如果说我跟你讲，任何一个赛道都会能出成绩，都有佼佼者。你们才干到哪到哪儿？我说个实话，能让你现在1年挣100-200个，你都会觉得你这个雄竞走得非常非常好了吧？对啊，那我问你，什么事业版图没有1年挣100-200个的人呢？你现在又不是1年要挣1个亿，你说我要选一个，哎呀，多么牛掰的！你现在任何一个方向走在前面，其实你都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那个事业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不可能再走 Z 字形的。你也是需要全身心的去 all in 的，并且要把你所有的脑子全部动干净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还是想走这个培训的这个道路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做选择。培训它涉不涉及到几个问题？你自己的专业能力，你的
你的师资、你的流量，你后面等整个的你做的这个课程体系的系统，哪个点位不需要你好好的琢磨琢磨呢？你说我就开个工作室，门一开就有生意了。你刚刚都说了，你的能力不过也就是学生之上，老师之下，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呀？但是我在想，我如果想继续做培训这个行业的话，有没有必要去？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可以外聘老师这一条路，然后也可以就是说然后自己当老师的那种。我在想，要不要是继续深造一下这个？不管你怎么招老师，人家来教还是你来教，那么你的客源从哪里来？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可以是先去提高一下我的能力，然后先去当老师，然后这样的话有我的第一批学员。你靠去人家机构里面当老师，然后把人家的学员挖到你自己的机构来吗？如果说单独靠招生的话，可能那个样子会很慢，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不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心里想的路径吗？你要去别人机构当老师，然后把人家的学生带到你这儿来吗？我有这样的想法。好，那么你凭什么能带得走别人？因为现在学生学东西，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老师走的。你的能力有达到，你到别的机构去，马上别人就觉得你这个老师我是得跟的。你的能力有没有到达这个位置？难道说你就靠带那么什么2、3个、3、5个学生出来，你就能养活你这个机构了？因为你前期第一批学员的话，后面你肯定自己还要去招生的这些。对呀，所以我想问你的几个点啊，不是说就是说我跟你说了，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说你干直播还是干别的，这都不重要。就是你现在啊，因为你的预期并没有那么高。你说我的事业追求，我说我1年能赚100-200万，其实很多很多了，对不对？我觉得很 OK， 很成功了。我是想告诉你，无论你选择你当下想选的哪条路，其实都能做到。不管你是直播还是什么什么的搞培训，其实任何一个赛道都能拿到这个结果，只是说任何一个赛道你要拿到那个结果都需要你无比的用心，这个是我想告诉你的事儿。因为我提出来的问题你都要想到解决方案。我明白曲曲老师。那另外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因为我好久都没有播了，现在流量特别差，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流量是因为什么？流量好与差是因为什么？GDP 的问题吗？我的妈呀，你们呐真的是啊，好高骛远。流量跟你的实力正相关，懂吗？你要么就是有绝对的长板，对不对？能够在有限的客户身上挖掘到无限的价值。你要么就是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很方方面面都还很不错的人，能够把你把你能吸引到的，对吧？第一时间能吸引到的人最大化。你总得有点东西啊，千万的人过独木桥，你如果说没有你自己很出彩的地方，我就是想告诉你，你别管是在直播间里头做流量做不起来，你就算是线下招生你也招不到啊。因为你做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很多的硬的东西，你的个人特色、实力，对吧？你这些东西它都是要考虑的呀。那我现在因为我平时现在有很多空余时间，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考一些形体导师证，或者说茶艺师的这种证。我告诉你，商业的核心变现的核心不在这些点上，知道吗？其实你们以为考证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吗？不，考证是你们偷懒的方案。考证哪里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有很多人一直要读书，一直不愿意出社会，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面对社会。你们最核心的问题是到底怎么变现？你考了证能解决流量问题吗？你考了证就能解决你的招生问题吗？你考了证就能解决你的师资力量问题吗？解决不了啊。
我建议你呢，把人家做的好的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拆一拆，好好的琢磨琢磨，好不好？好，拜拜，谢谢。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任何人都不要说成功是运气，是吧？哎呀，踩中了风口，运气一蹴而就。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一个巨大的结果，不说很巨大吧，就我说的1年100-200万的结果，1年100-200万，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的1%了，你知道吗？1年100-200万，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是人人都能干到的？再小规模的生意，它能做到一个台阶，都是因为这里边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它都做得不错，对不对？你觉得是什么呢？我脑子一拍，我这事就能干。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我不建议你们一上来就投钱。你说你去别人机构当老师来招生，首先这个逻辑就错误。如果你真的想做好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我去别人的机构不是为了挖别人的学生，我去别人的机构是为了明白别人是怎么挣钱的，懂吗？我要沉下心来，把人家是怎么招到生的，人家是怎么选址的，人家是怎么装修的，人家是怎么招老师的，人家是怎么给老师发工资的，人家是怎么留住这些好的资源的，这些点才是你要看的，你要学的，你要思考的东西，对不对？你是要把一个生意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看懂，人家能做100分，你就能做60分，对不对？你做到这个基础上，你再来讲，哎，再根据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再去优化，再去干嘛？你连一个前面的一个基本的0到1的东西你都搞不明白，我问的任何一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对吧？你们永远都在想，我再考个证，我考个证是干嘛？就跟你说我读完了本科，我读研究生，我读完了研究生，我读博士，这些东西跟你赚钱挂钩吗？对不对？我只能说你在专业上很牛，你在专业上很牛，你就一定能变现吗？你就一定有你的商业价值吗？它是一件事儿吗？对不对？它完全不是一件事儿啊！生意的本质在于利润，对吧？你能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你再来扯别的，你这个事儿都不想明白，你觉得别人成功都是靠运气，是吧？砸中了，不可能，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手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问我，或者是大家害怕走丢直播间的宝宝们啊，不想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我跟你们讲，你们就看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里面你们知道蹲了多少同行在这里吗？你们知道，因为我经常会听到他们有一些就是资方给我的反馈，因为有一些同行他们是喜欢到处去拉投资的，他们都会给我反馈说，人家开会就直接说我的直播间就是他们专门用来抄逐字稿的。因为我的直播间你们知道了，我的面前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的文档，没有任何的文稿，没有任何的电脑，什么都没有，我的直播就全是就是自然嗨，知道吧？然后他们是把我的直播全部拉出来做逐字稿，把我们的课全部拉出来拆大纲。你们看市面上有很多跟我们的东西看着有点类似的，尤其是课，对吧？很多我们的金贵的关系，有多少人把我们这个名字都取了个差不多，取了个跟我的名字都达到80%的相似度。说白了，人家也不一定指望说一定跟我做到同样的收入量级，但是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啊，我把你拆明白了，反正我做过60分，就这样啊，对吧？所以你们其实是一样的，你想做一个什么事儿，也许你在这个行业里边不能说你做到佼佼者，是吧？因为这个里面确实饱含了很多过去的沉淀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想拿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你能把别人看懂拆明白，你大概率得个60分，问题也不大，对吧？来下一个啊我什么时候开始直播的？我播了快4年了，我播了快4年了，宝宝们。Hello， 你好。哎，你说。曲曲你好，我是第一次听你的主播，就听你第一次听你的播客，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能够说的一些词，我不知道是哪些，所以我先说一下。你前面没有审过稿吗？你前面没有审过稿子吗？
这是我第一次看直播。哎，等会儿啊，那他是怎么连上来的？你是连错了吗？没有连错。没连错。我说一下，就我只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10点半这些词，我是第一次听的。我以前没看过直播，但是我有问题要问，但我会不去讲这些可能就是这些不能够讲的一些词。你说。对。我自己是做企业的，我其实经常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到你的视频。不要说平台名字啊，不要说平台名字啊。我知道，好的 ，OK。那个，企业也做的还不错，是我们行业的算头部吧。然后呢，我是有一个蓝宝，然后呢，跟我今年我其实年龄是比较大的，41，但是长相可能应该是在8、9分吧，但看就年龄应该是不显的，可能在30这样子，对。然后我的男朋友呢是另一个行业的，也是头部企业的企业主，小6岁，有围城的关系。然后他是我的股东，在今年的2月份，其实他已经是我的股东非常多年了，但比我多小，很厉害的一个人。那个他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疫情之后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之后嘛，其实因为有这种股东的关系，所以就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了解，他也就也付出很多啊，就可能这到现在到现在也是花了有200以上吧，给我买东西，但我其实我也给他花的，这是相互的，我们都对，因为他应该也是在有2、3个目标吧，这样子，我自己也有，可能想不到一个。对，然后呢，他因为是围城内的关系，然后但是他非常上头，在想要和我在一起，他有一个担保，但过程突然因为可能有一个乌龙，就是我以为怀孕了，所以导致说可能就他认真去思考这个事情。感觉问题非常的大，很麻烦，所以他就撤退了。所以现在当然我们的相处非常好，不管是因为其实大家都非常忙，都经营企业，都是几百人的公司。那他我们每天的通话时间都在4到5个小时，每天除了周末，周末的时间，对，所以现在就是我认为他可能不能给明确的回复，所以我就撤退了，我就跟他断联了。对，你的问题，我觉得我的问题是，你觉得这种决定是对的吗？当然，因为我现在有其他的追求者，也都是做企业的，那单身的，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结婚吗？有这个诉求。你想结婚，那么这个选择就是对的。因为结婚的这个目的，现在这个人给不了。是的。对呀，这个对错很简单的，你的目的能不能达成，就代表对错。我的诉求的确是，所以我就撤退了。然后之前有一次我撤退了，跟他断联了之后，他就发疯似的来找我，就真的就准备要去提了。但后来因为一次乌龙嘛，就可能是怀疑自己带球了。他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觉得很麻烦，就感觉很恐慌，所以他就撤退了。但是我们的相处，反正都是超过双方的预期的好吧，就各种方面的相处。是这样的，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你觉得你方方面面都很 OK， 你只是想要一个跟你在一块让你觉得很幸福的男生，那么你没有必要求婚姻跟这个人的关系，那么就可继续。如果你是要非常实际的拿证儿领证儿结婚，那么这个男生就不可以。
你没有一个路径叫做我们关系好，我们感情好，所以我们可以先往下走，走着看哪天会结。因为你这样子想问题的话，你的预期就错了。这个人他本身就是围内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给你维成关系的。那你跟他用这样的预期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最后你们两个人会变得很狰狞，你们俩还有合作关系。如果说你们这样变得很狰狞的话，他们对于你们的合作关系他也会非常的有伤害，他是划不来的。我们的合作其实很少就虽然他只是一个股东而已，但其实不会干预到公司的任何的经营的。我告诉你了，前2条，你要么就是没有预期，只是为了谈恋爱开心，反正你该有的都有，你也无所谓，我就找个男的谈，反正不重要。我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子，但是跟他相处之后嘛，其实就有种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就心态就会不平衡了，心态就变了，主要是这样子。对啊，因为你的预期不对了呀，你的预期放错地方，最后就会产生这个结果，而且无论多少次的重复还是会产生一样的结果。如果你的预期不放对，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轮回。对，所以现在就应该，我其实这一次是我们失联时间最长的，4天了。对，所以坚持下去吧。对啊，是我第一次看直播啊，这也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说，我要是有你这种这种情感方面的这种架构啊，长你这个嘴，其实我觉得应该能做的，比现在好很多很多。我跟你讲，现在的这种，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们讲这个叫什么呢？其实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知道吗？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玩这种非1对1的关系的。非1对1的关系，它需要非常清晰的目标感，非常稳定的心态，他才能把这个事儿玩得很明白。绝大部分的女生呢，她都是会为情所困的，所以说她到了这种非1对1的关系里头之后，她就会动作变形，她就会混乱。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没有金刚钻，就跟你做一个事业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能够管理得了50个人，不代表你能管理500个人，更不代表你能管理5000个人，对吧？一个1对1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个50人的小规模企业，但是一旦它变成了1对多的关系，它或者多对多的关系，它就会上升到你变成了500人的企业，甚至是5000人的企业，它的整个的状态、想法、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确不适合去这种关系。对的，就是不适合，就没有这个。你说白了，你手上没这个活儿，知道吗？我只是觉得他在联系我，却可能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再联系上，就还是会最后很狰狞。你说的，我是觉得你要断，你就断干净点儿，你就断干净点儿，别黏黏糊糊的，因为黏黏糊糊的受伤的肯定是你，他是有稳定大后方的，你是没有的。我比较适合自己做，就自己赚米，不适合那个谈恋爱可以，你得找个单身谈，这个是基本的。你不要自己增加谈恋爱的难度系数。那我没有问题了。好，拜拜。拜拜。你们都是属于黄铜选手，知道吗？你们属于黄铜选手，就不要干那个，就是你上不了王者那个段位，对不对？我跟你们说，那个你比如说有很多很多的女生，大家都在同样的在稀巴烂的关系里头，是吧？同样在稀巴烂的关系里，那有的人他在稀巴烂的关系里，他如鱼得水。他可以把所有的那个稀巴烂的关系里的人盘得团团转，最后每个人都要为他付出，他自己一个人就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悦，是吧？
而且他会因为这些人对他的付出啊，对他团队转呐，他时时刻刻都能保持清醒，他还能感受到愉悦感。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他一进到这种关系，他整个人他就开始撕裂。哎呀，我要你的爱，我要独占你，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如果说一个星期有2天没陪他，他就开始脑补他在跟别的女的在翻云覆雨了。他那个画面感呢，在这个脑子里不停的，他觉都睡不着啊，那觉都睡不着，脑子里都在想他跟别的女的1、2、3、4、5怎么回事，他想的可细，是真的啊。还有很多也是一样的，很多为什么有的女的她最终能够怎么样，就是老公功成名就了之后，她能自己一个人潇洒，对吧？她老公在外面干嘛她都懒得管，懒得操心，她只管自己手上有没有米，有多少资产，娃搞得好不好。那有的女的不行，有的女的每一天要跟踪她老公，对吧？要在车子上面贴设备，每一天要上蹿下跳，去每一个女的逐个去打地鼠，就每个人她不一样，对不对？他就是这个天然的呀，他在这个情感上会有很多段位的高低，知道吗？所以我要不怎么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因为没有金刚钻，就是你去搞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很痛苦。然后这段感情本来呢，它是用来愉悦你的，但是最后你不仅是愉悦不到，你还会觉得非常的内耗，你还会觉得非常的不值。你那个就是想要去霸占别人的那个执念一上来，你就已经输了，你没有任何赢的空间跟可能。我告诉你，所有的那些能够把一个男的从另外一个地方撬过来的，我告诉你，我跟你们讲，实话实说，这种女的10个里边有9个半都是不太在意这个男的，知道吗？真正的能做到挖墙角，把别人后院里的挖到了自己后院里来的，我告诉你们，10个有9个半都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动太多感情，他纯粹就是为了利益，他就是为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他觉得跟这个男的有了那层关系的强绑定之后，可能他的业务能更好。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功利性的角度上，他才能把这件事儿干成。所有的被外面的1、2、3、4、5整的这妻离子散了的这种，完了，如果这个男的还是就是身价高的，能够被外面的这个整那个的，我告诉你们，这些男的他们根本就要的不是爱，他们要的是装的爱，知道吧？他要的是服务体验。知道什么叫要的是服务体验？就跟我去那个商 K 唱歌一样的，我不是为了让那个里边的人爱我，我也知道他不爱我，但是呢，他装作很爱我的样子，让我觉得很爽，很上头，对吧？因为他装出来的那种爱啊，是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的，是没有任何的对于我的那种强迫的，知道吗？他所有的爱都是怎么表达的呢？那种装出来的爱跟真实的爱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啊？装出来的爱，他的眼里全是你，他的眼里全是你的需求，你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你的需求在行动的。你的烟没火了，火就来了；你的杯子里没酒了，酒就来了；你的喉咙开始卡壳了，喉糖就来了，对吧？你的歌被人插了，他马上就给你顶上去了。所有的装出来的爱，它最大的这种特点是在于，它所有的动作是以你的需求为转移的。这个爱是表演的爱，它给到你的是一种极致的服务体验感。但是真实的爱是什么呢？真实的爱是他不想让你做你，知道吧？真实的爱不想让你做你，不想让你成为你。真实的那种爱里头饱含了很多的执念，知道吧？比如说你想抽烟，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你身体不好，我要干嘛？
我是不是不让你抽啊？对不对？你想出去玩，可是我觉得你一出去玩，我心里不舒服，我是不是就给你拽回来？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跟我想对你的要求永远是相背离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爱，你们所谓的真爱嘛，你们把自己说不通的那个真爱，你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爱他，他要离开你，你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爱他，他要把他的米给别人，所有的这些点都是这样的，因为他要的不是真爱，他要的是表演爱你给的是真爱，但是你所有的真爱给出来的都是压迫，都是束缚，都是控制，都是约束，都是不舒适，对不对？所以我跟你们讲，所有能撬动别人的关系的全部都不是真爱，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真爱可言。如果是真爱，你就会变成他原来的那个一模一样，你跟他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他为什么要换个坑栽呀？啊，他在那个坑里头不行吗？他为什么要从那个坑里头出来上你这个坑来？他从那个园子里不想待了，待你这个园子来，意义在哪里？没有任何意义，明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现在马上要下播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或者说害怕错过下场直播的，以及想要看一看曲曲平时都在发些什么呀，是怎么经营自己的呀，对吧？或者说我们平时有些什么活动啊，大家可以参与啊，大家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小助理在粉丝群里，好吧？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啊，我要下播了，下一场周六早上10点啊，拜拜。